作为人类最强大的金色战士，在面对最终的魔王时却束手无策。而这并不是因为男人不够强大，只因他被系统摆了一道。更让他崩溃的是，他重生成了最低级的魔族战士，魔族女王更是缠他身子，而他家里还有一个青梅竹马的人族公主等他回去娶。他气得对着系统就是一顿国粹输出。当低级魔族的第一天，男人就非常的想死，只因他重生时出现了 bug。系统为了弥补过错，许诺他再死一次就能重生成人族，但自杀不算，他在着死的路上，一不小心就成了魔族的王者，更是获得了 SSS 回溯被动技能，每分钟回血10万年。气得他跑到酒吧买醉麻痹自己。男人名叫沙风辽，作为人类最强战士，出征最强 SSS 级魔王握枪宝拉前，他向青梅竹马保证，当他凯旋而归时，就是他们的大婚之日。在他的带领下，人类最强军团与魔王握枪宝拉展开了生死大战，这是1000年来人类首次有望夺回失去的领地。可惜他们最终一败涂地。在他生命只剩2分钟之际，系统念他对人族做出过重大贡献，决定给他一次重生的机会。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重生。下一秒，一个声音就在他耳边响起：“快醒醒，别睡了，他们的军队就要过来。”男人立马起身，哈哈大笑起来：“该死的魔王，还想干掉我，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”随即他就发现了不对劲，他发现自己竟然站在魔人堆里，所有人都掉着眼看向他。蓝色工会已经逼近，再不逃就来不及了。男人闻言彻底凌乱了。这老东西是在对自己说话吗？接着他就看向镜子里的自己，头上竟然长着2只小小的角，他的脸都惊到变形。我特玛怎么变成魔族了？狗系统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不是人族之光吗？不是重生吗？家里的漂亮老婆还等我回去娶，你现在给我整的是哪出？周围的同伴觉得他失心疯了。系统很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，非常不好意思，你重生的时候出现了 bug。什么鬼？要的是解决，那个很抱歉，解决不了。男人直接就要把他捏碎，表示要投诉他，这售后也太差了。为了平息男人的怒火，系统给出的方案就是再给他一次重生的机会，只要他再次被杀，就能以人族的身份重生，前提是不能自杀。传达完信息，他就消失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地级魔法师说感知到蓝色工会来的有12人，而他们这群人里，除了毕家的殿下外，其他人完全不是对手，必须赶紧从逃生通道逃跑，被抓住的话可是会被抽筋剥皮的。男人闻言立马两眼放光，自己现在是恶魔，让人族杀了不就能重生了？他立马朝着人族的通道走去，所有人都觉得他脑子进水了。为了计划能完美实施，他立马开始装了起来。呵呵呵，躲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，我一个人去拖住人类，你们就能逃跑了。就在他以为要得偿所愿时，在他面前头顶出现一个魔法阵，从里面掉出大量的石头，瞬间就将通道入口堵死死。他彻底懵逼了，出手的竟是魔尊之女柳冰怡，还说一个都不能少，更何况他们还是青梅竹马。男人气得青筋直冒，这小娘皮是要阻止他重生啊，谁都不能阻止他重生。他直接挥动拳头向石头砸去，但现实给了他一记狠狠的耳光，石头纹丝未动，真是个多管闲事的蠢女人。此时他的拳头剧疼，柳冰怡闻言有些不可置信，这家伙竟然骂他蠢女人，你这家伙竟敢亵渎殿下！喂，不要小看一个男人牺牲的决心。柳冰怡觉得自己以前肯定是眼瞎了，怎么就没有发现他如此有男人味？人族有什么可怕的？身为魔族却躲躲闪闪，请让我有尊严的死去吧！他的话让众人大受震撼，柳冰怡更是感动到哭，转身离去时都有些恋恋不舍。放飞自我的男人很快就来到人类聚集地，来吧，宝贝们，是男人就来砍我9999刀。人们闻言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，纷纷冲向他，男人则视若无睹，更是露出一脸期待的表情。重生吧，重生吧，人族，我就要回来了。但下一秒，大量的箭矢就射向冲向他的人，男人都石化了，竟是他的魔族同伴。他的骚操作激活了魔族的情绪高昂状态，不仅提高了战力，甚至还触发了永久提高等级。男人都晕死了。原来在魔尊死后，人族就不停地侵占我们土地，因为不反抗，渐渐的血性被磨灭，都认为自己是个弱者。男人还在懵逼中，老头一把拍在他肩上，这次算你说的不错，而今天就是魔族反抗的时候。人族见状都麻了，马萨卡，这帮魔族不会被自己亮剑了吧？柳冰怡也进化成了 A 级，人类彻底破防。哪个杀千刀的说他们最高 B 级，这可是越级差距啊！下一秒，柳冰怡就在空中凝聚出一颗巨大的球体，更是传出隆隆的响声，竟是他的大招新天火审判。这招过后，只在地面留下一个大坑，盛极一时的蓝色工会死的连渣都不剩，男人的脸彻底垮了下来。嚯，不但没死成，还升级了。此时男人的心态就是当低级魔物的第一天，想死。此时魔都霍家府邸内，一个魔族正在恭敬地汇报着：什么？你说吊桥计划失败了？开口的是持有3大魔令之一的魔丞相枪儿草，他们算盘打得很好。等柳冰怡被蓝色工会包围住陷入绝境时，再由吴军公子带着魔族士兵前去救驾，让他在殿下面前展现无与伦比的男子汉气概，最后踩着人族的尸体将柳冰怡拥入怀中，从而在吊桥效应下让殿下爱上吴军公子。但谁又知道他们竟然激活了高昂状态，团灭了蓝色工会，据说还激起了女王之力，他们的计划彻底被打乱了，接下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此时坐着的人开口了：
军权都在吴之手里，竟是魔将霍安，也是3大魔令持有人之一。以他现在的权力，明天直接在朝堂上逼他嫁给自己儿子，他看谁敢反驳。今日就召回吴儿，明日领兵上朝提亲。他早就说过那个什么狗屁吊桥效应不靠谱。与此同时，柳冰怡已经美美的洗上了花瓣草，完美的胴体一览无余。他脑中挥之不去的还是男人的勇猛，接着就将侍女召了过来，一会把小甘带过来，我要好好的嘉奖他。侍女闻言顿时想入非非，感叹殿下真会玩。殿下我懂，我这就去。柳冰怡不知道他为何会这么兴奋。画面一转，男人正坐在一个楼梯口喝闷酒，系统提示他技能还没有选取，点数也还没有分配。男人闻言顿时火大，谁他喵要分配了？分配了不就更难死了？他顿时思考起来，自己现在是第几？应该很好死，可这里离人类太远，得想个办法让谁来杀自己。就在这时，侍女赶到了，小甘，小甘，殿下找你过去。男人顿时灵机一动，那个老妹，你过来了，快，只有你能帮我了，你来弄死我。侍女顿时害羞起来，没想到这家伙平常一声不吭，喝醉后却玩得这么花。可今天不是时候，你是殿下的小甘，可那个甘乐沃，介于你这次路上的英勇表现，我特封你英勇1等功勋，从此你可以自由出入宫殿。另外，特别奖励杀戮王者套装，可以助你成为真正的英雄。侍女闻言都亮起了钛合金狗眼，那可是上一任魔尊的圣战服，这可是殿下自己都舍不得用的狗。甘乐沃顿时把脸又垮了下来，这有个毛用啊！心情低落的他拿上东西就转身离去，两人都觉得奇怪，他竟然这么淡定。柳冰怡顿时泛起了花痴，他变化真的好大呀，这也太沉稳了。等他出来时，另一个魔令拥有者正在等他，看到他手中的套装不由冷哼一声，难怪半夜将他召来，竟是将先王的神装赐给这个杂兵，不就是在逃亡途中热血了一把吗？这种封赏本应当众臣之面以表天下，这样偷鸡摸狗毫无君主风范，反观自己一生鞠躬尽瘁，你柳冰怡却视而不见，半点嘉奖不曾有。他是越想越气，这是要逼他倒向霍安他们阵营吗？哪知下一秒，甘乐沃就将神装递给了他，老头都被他整不会了。什么？送给我？甘乐沃心想这老头咋回事？自己一心想死，这种破玩意给他有个毛用，还不如随便找个人送出去。殿下念你这些年来一直任劳任怨，特意嘱咐我将神装送给你，请务必好好珍藏。说完就转身离去。老头立马开始反省起来，殿下呀，对不起，刚刚我那样简直就是猪狗禽兽不如，我该死，我有罪，此后必将肝脑涂地。甘乐沃觉得在这被杀是没戏了，魔物这帮人还挺团结的，看来得换个方法送死。突然他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人，而且还听说他们明天要行动，既然这样，他就多留一天。没想到竟是要逼宫提亲，这么有趣的事，他不掺和一脚都对不起自己。很快就到了第2天早朝，甘乐沃没想到魔族的早朝这么墨迹，赶紧切入正题啊！殿下为魔尊大人守孝3年，如今殿下荣回大殿，实在可喜可贺。100里外的人族大军一直蠢蠢欲动，多亏了大将军我们才一城卫士。柳冰怡觉得大将军确实了不起，毕竟是3朝元老，一直领军守护着云国，确实该重重的赏。老家伙等的就是这句话。既然陛下如此诚心，老臣倒真有一个想要的。吴君，你过来，那就请殿下为吴儿赐下一桩姻缘吧，毕竟你们也算青梅竹马。柳冰怡闻言顿时八卦起来，3年不见，吴君有心上人了吗？可下一秒，老家伙的话将他震得外焦里嫩，请殿下你嫁给吴儿。吴君他没想吃瓜吃在了自己身上，请魔将不要开这种玩笑，吴君和我根本就喜欢与否无关紧要，在大义面前，任何事都要靠边站。魔族1000年从未有女子登基称帝，现在民间流言蜚语，都对云国失去了信心，就冲他这口气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国君呢。殿下登基后必定迎来动荡，倘若你嫁给吴君，就可以堵住这些人的嘴。一群人都觉得魔将说得好，他喵有道理，而且吴君公子英武不凡。白发大臣觉得这就是扯淡，这理由也太蹩脚了。柳冰怡也是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甘乐沃觉得机会来了，顿时嘻嘻一笑，上前一把拉住柳冰怡的手，你不要被这老表 PUA 了，任何人都有追逐幸福的自由。柳冰怡被他看得有些脸红，老表，谁给你的胆子在这里跟领导指手画脚？魏明一眼就认出是昨晚送他神装的年轻人。对不起，大将军，老臣自问一生为云国鞠躬尽瘁，如今作为云国唯一被2任魔尊亲赐魔令，当着众臣封赏的大将军，奉劝殿下还是好好思量再回答。好家伙，这是赤果果的威胁。此时霍暗已经杀气腾腾，一个侍卫直接拉开了弓箭。大胆，你这是要逼宫吗？魏明也站了出来。霍暗，注意你的行为。霍暗呵呵一笑，军权都在我手上，我看谁敢对我出手。各位，你们都住手。将军说的对，我答应就是。甘乐沃闻言不干了，谁都不能阻止他死，顿时哈哈大笑起来。蠢女人，这就从了吗？你爹的帝王气概你是一点都没有继承啊，这货有什么可怕的？霍暗闻言怒不可遏，混蛋，这里何时轮到你？他话没说完，就被甘乐沃呸了一脸，这可是当众羞辱，他的怒火也被彻底点燃。好意思自称3朝元老，仔细想想你的军权是谁赐予你的？你现在觉得无人治你了是不？衙门里的狗，仗势欺人，退一万步说，他也是堂堂魔尊，万人之上的地位，这360度无死角的盛世美颜，你儿子算什么鸟，配得上他？你这什么屁话？这世上除了我，还有谁配得上？好家伙，他的怒火被甘乐沃几句就给转了。甘乐沃立马开始凹造型，一副贱贱的说道，当然是我呀，
不瞒你说，前2天在洞里，我们已经私定终身。他觉得都说到这份上，不信他不弄死自己。此时有2人表情特别精彩，人群也纷纷议论起来。他们以前都不知道甘乐沃这号人。柳冰怡则自我感动了，为了我，他竟能做到这种地步。霍暗则浑身颤抖，从牙缝里挤出一道声音：“你这是想死？来来来，哥这弄，有种弄死我！”当场侮辱魔将，又侮辱殿下，你也犯下死罪，那吾今日就成全你。没想到霍暗一出手就是大招合灵，想要救援都来不及，甘乐沃直接被击在腹部。与别人想象的不同，此时他在笑，好靓呢，等着我，我们终于能见面了。那可是他心心念念的未婚妻啊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股同样的巨大能量撞来，吴军眼神一凝，只见甘乐沃静静地站在能量中心，并没有倒下。吴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军事魔令生效，成功阻挡一次致命伤。系统提示他，因被赐予军事魔令，等级提高40级，升级为极恶魔，成功激活被动技能，防御强化。当血条低于 30% 时，防御力提高5倍，反伤，被攻击15次后会自动反弹1次伤害，该伤害可暴击。殿下竟然将军事魔令交给了他，这可是魔尊一生只能动用1次的魔令。被赋予军事魔令的魔人，代表受到魔尊的彻底信任，将获得魔尊一直以来积累的经验和1次庇护，还将在此后担任拥有军权的将军。柳冰怡此时直接进入高昂状态。我爷爷和父亲曾经将军事魔令赐予你，从此你统领3军，带领云国战士出生入死。如今我又将魔令赐予甘乐沃，以后甘乐沃就是右将军，将与霍暗左将军一起统领我们整个魔军。霍暗闻言都亚麻呆住，这个柳冰怡很会玩啊，竟想靠一个黄毛小儿来制衡他。他倒要看看谁敢承认，谁敢参拜。可下一秒，魏明第一个出来恭喜，拜见右将军，恭喜甘将军统领3军。见有人带头，其他人纷纷跪下来参拜。甘乐沃此时心中满是国粹，就像吃了翔一样难受。霍暗不可能这么老实的认输，仅凭一个魔令，的确能证明殿下对他的信任，但一个从未带兵上过战场杀敌的人如何能服众？想要让我分出一半军权也不是不可以，除非他到先祖魔窟走一遭，他们的先祖是唯一的王者，只有得到他认可的人才配拥有王者之力。若是他能通关先祖魔窟，我双手奉上兵权虎符。明白的人立马跳了出来，好你个老阴逼，那地方100年来就没有人能活着出来，你这是居心叵测。刚刚甘将军已经证明了自己，且我等听令于魔尊，你要再次抗旨吗？柳冰怡也站出来反对，那个地方号称禁地，去了就是送死，也证明不了什么。甘乐沃好像抓住了重点，100年来无人生还，去只有一死。霍暗闻言哈哈哈大笑，所以说你们都是一群鼠辈而已。甘乐沃闻言立马举手赞同，大将军说的在理，我非常同意。那什么魔窟在哪？我要去，我要去。所有人闻言都一个表情，觉得自己耳朵坏掉。大约200年前，恶魔一族遭到重大危机，柳族先祖魔尊为保护族人牺牲自己，他将自己最后的魔元封印在一个魔窟之中，等待着下一个他认可的王者到来。可惜100年来没有一个恶魔通过考验，可是要进入魔窟，至少需要2个人组成队伍，除了甘将军，还有谁敢进入？人们也这么认为。那么危险的地方，傻子才会去送死。霍暗冷哼一声，那应该他自己想办法。若他连一个同去魔窟的人都找不到的话，又有什么资格管理千军万马？可下一秒他儿子就跳了出来，表示愿意去。霍暗坐不住，说什么？谁让你自作主张？父亲，你会觉得我不如他吗？一众手下急忙出来劝诫他不可如此，他可是云国的未来，怎么能去冒险？霍无君也是一个骄傲的人，他明白只有得到先祖认可的人才配拥有王者之力。若是云国会出现一个王者，那必须是他。一众手下都被他深深折服，霍老儿都无语了，自己这个儿子怎么就这么死心眼？霍家府邸内，大管家说甘乐沃就是一路开挂，实际没什么实力，让吴军在魔窟内找机会干掉他。在他眼里，吴军公子才是天之骄子，怎么能让姓甘的抢了公子的风头？霍无君臭美的说自己知道怎么做。另外一边，甘乐沃的队友也在为他做准备，还叮嘱他小心霍无君。以他狠辣自私的作风，他绝不允许其他人比他更优秀，还说霍无君一定会被刺他。甘乐沃闻言脸都乐开了花，被刺好了，这样自己就增加了重生的机会。就在这时，魏明也来了，他竟是来送药的，还是云国最好的疗伤药水。他也叮嘱甘乐沃要小心。甘乐沃头都方了，都想谢谢他们全家，这帮家伙就是他重生最大的绊脚石。先祖魔窟广场上，甘乐沃直接将众人送他的强效药递给霍无君，表示都送给他。霍无君都被他这骚操作整蒙圈了。技师问他们2人是否都准备好了，柳冰怡默默的祈祷：小甘，你千万不要出事。可这个时候大家都没有想到，影响世界的魔族王者即将诞生。祭祀瞬间启动法阵，金色的光芒立刻将2人包裹，下一秒他们就出现在魔窟里，而先祖考验的副本也正式开启，他们头顶则挂满了会隐身的符鬼。霍无君率先开口，不知道这洞穴里都有什么怪物。甘乐沃想到众人对他的叮嘱，立马张开双臂。哎呀，我现在可是毫无防备，身上就一件普通的防御装备，防御力弱到爆。霍无君都被他搞不会了，在不清楚敌人的情况下暴露自己，这家伙在搞什么鬼？甘乐沃一脸得逞的样子，小老弟，我后背都暴露，赶紧下手啊！但他失算了。霍无君则满脸警戒的亮出武器，下一秒
一个残影就擦着他的身体爆射而出，一只蝙蝠就出现在他们身前，蝙蝠被一击刺杀。刚才的残影竟是霍无君。甘乐沃一脸懵逼，这个傻子竟然放弃那么好的机会。但看着周围密密麻麻的蝙蝠，他明白了。霍无君再次召唤出一朵花，面对集结而来的蝙蝠，小花化成漫天花瓣，接着就开始疯狂切割蝙蝠群。你早就看出周围有隐身的腐鬼魂了吧？故意暴露自己的弱点来引蛇出洞，再让我这个最强恶魔给他们致命一击，别以为这样就可以追上我。甘乐沃都给他竖起了大拇指，我从没有见过脑子有你这般好使。霍无君还以为甘乐沃在夸他，毫不客气的就承认了。接着他又开始疯狂的杀戮起来，甘乐沃则站在一旁看他秀，并没动手的打算。他本来的计划是暴露自己，让他背刺自己，哪知霍无君竟给自己加戏，脑补成他俩在一起搞配合。结果就是现在他无比的安全，霍无君不杀他，怪也不杀他，没有比这更狗血的了。他觉得必须把怪引过来才行。他现在可是有480点属性没有加，可该加在什么地方呢？此时他们已经来到地图最深处，甘乐沃可是一次都没有出过手。霍无君都开始怀疑起来，难道说他压根就没有实力，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？就在这时，副本发出警告，他们触发了副本剧情：魔王使者的守卫者，挑战难度 A 级，时间20分钟，只要抵住魔王使者的围攻就算通关。魔王使者是 A 加级。霍无君眼神一凝，率先展开攻击，花瓣在魔王使者身上燃起滔滔烈焰。下一秒，霍无君脸上就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，火焰直接被他吸收，接着就被他释放出来，变成陨石砸向霍无君，随即就是一声巨响。但霍无君表面上看却是毫发无损。突然，火焰中射出2根满是荆棘的藤条，霍无君被捆了个结结实实。魔王使者嘴里发出恐怖的笑声，霍无君都有些无语。这家伙见他处于劣势都不出手了，还真是个没用的废物，自己真的高看他了。甘乐沃一脸坏笑，他都不得不佩服自己聪明，将480点全加在力量上，防御是一点都没加，只要他造成足够多的伤害，就能把怪物的仇恨值拉过来。霍无君觉得他才是最强的，看样子是准备挣脱束缚。下一秒，藤条就4分5裂，密集的尖刺在魔王使者身上撞击出叮叮当当的声音。对此他早有预料，只见他打了一个响指，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就传来，但可惜他连魔王使者的防都没破，只因魔王使者有一个90%的免伤技能。霍无君不愿相信这是真的，原来前面说魔王使者没有弱点是指他的防御。下一秒，一个能量环就将他套住，几名魔王使者就将他围了起来。甘乐沃觉得机会来了，直接展开偷袭，随着他的拳头越来越大，一只魔王使者直接被秒杀，另外几名魔王使者转头盯向他，他们直接放弃了霍无君。甘乐沃感觉再次吃了翔，这魔王使者也太不抗揍了，近一拳就干掉，480点的力量这么猛。霍无君也有些吃惊，只是一击就打爆了魔王使者。原来如此，魔王使者的弱点竟然在背后，这就是他一直不出手的原因吗？这家伙竟然早就预见了一切，一直隐藏实力，为的就是让最后的魔王使者攻击我，被对他暴露出弱点。甘乐沃呀，你还真有意思。甘乐沃也不负众望的成为了魔王使者的首要攻击对象。面对虎视眈眈的魔王使者，甘乐沃嘴角扬起了笑容，毕竟离家魔王使者的攻击很高，自己现在这点防御，他们一拳就能将自己干败。随即他就发出一个挑衅手势，你过来呀，眼看就要实现梦想。他都笑着迎接这一刻，可下一刻魔王使者就被切成了无数块，竟是霍无君出手了。甘乐沃直接傻眼，这家伙怎么回事？怕不是上辈子被自己甩了吧？不然为何这么折磨他？这就是你的策略，因为他们的弱点是在背部。我嘲讽你来进攻，你嘲讽我来进攻，因为对怪物的伤害极高，嘲讽效果再次转成为所有怪物优先攻击对象。甘乐沃人都麻了，这家伙怎么能够脑补成这样？简直就是无救啊！觉得有毒，好不容易拉过来的攻击又回到了原点，气得他大喊：你们给我回来啊！话音刚落，又一只魔王使者被他打穿了上半身，画面瞬间寂静。太好了，嘲讽再次转移，接着就开始吐舌头，你们来杀我呀！他就静静地站在那，露出期待的表情。下一秒，一只冲向他的魔王使者就被霍无君狠狠踹了一脚，血条只剩一丢丢。霍无君学着他的样子转身就跑，有种来杀我呀！甘乐沃直接破防，喂，你们别走啊！没办法，他只能冲上去补一拳。本来就残血的魔王使者直接嗝屁，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只了。甘乐沃只希望他能给自己来一拳。此时魔王使者已经举起双手开始蓄力，甘乐沃一脸期待，哪知下一秒异变陡生，魔王使者就被分支，至此魔王使者们全灭。霍无君说这种战斗策略简直无敌，他们两人的配合简直就是天衣无缝。甘乐沃再次破防，配合个嘚儿啊！他都不知道自己两人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魔王使者们杀光了。霍无君说现在认可他了，是配得上未来跟他一争高下男人。就在这时，地面传来开裂的声音，接着一阵大笑声传来，已经几十年没人敢踏足这魔窟了。轰隆一声，地面开始塌陷，接着一条巨龙就出现在他们面前。我还以为魔族年轻人已经没有勇气挑战王者地位了，恭喜你们通过考核了。那么现在进行最后的挑战，你们两人只能有一人活着走出这里，限时10分钟，而活着的人将会获得王者称号和魔王的奖励，否则你们都得死。霍无君有些怒了，这是要他们自相残杀，他可是云国的未来，绝对不能止步这里。可甘乐沃给他感觉实力深不可测。甘乐沃闻言努力憋住笑，天赐良机啊！
这可是千载难逢被直接杀死的好机会。接着就开始脱衣服，既然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出去，那你快动手吧。霍无君又被他整不会了，这家伙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故意引诱我过去？甘乐沃知道他的想法，连忙表现出一副诚意十足的样子。放心，我现在只剩一条裤衩，你只要狠狠地给我一刀，就能获得王者称号和奖励。新一代的王者就是你。他越是这样，霍无君就越警惕，你到底有什么诡计？马上就要成功了，你却要放弃。甘乐沃闻言脸皮直抽，你怎么娘不唧唧的？是男人就赶快动手。你已经获得了殿下的信任，拿到了兵权，而且你的实力不弱，普通的攻击就能击杀一家的魔王使者。如果真的和我动手，我也没有必胜你的把握。可你为什么要放弃？因为云国不能没有霍家，你爹是三朝元老，为了云国鞠躬尽瘁，而你是云国未来的少年英雄，我不过是一个运气好的无名小卒，和你的命比起来不值一提。为了整个魔族，我必须死。好家伙，这波给他装到了。霍无君闻言陷入了沉默，他想到了母亲对自己的教诲，总有一天你也要成为一个心怀天下的少年。无君，我们魔族只有团结起来，才能真正的强大。下一秒他就将挥出去的拳头收了起来，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辱。在他看来，甘乐沃心怀天下，为了整个魔族的未来将生死置之度外，而他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认为甘乐沃在诱杀他。两人的格局不在一个层面啊，他一心只想获得王者称号，而对方想的却是魔族的未来。邪龙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劲，都过去2分钟了，这两个家伙怎么还不动手？催促他们快点动手，再不动手他亲自来。甘乐沃也是无语，喂，你快动手啊！你想干什么？又想整什么幺蛾子？这家伙说10分钟内我们如果不杀死对方，就把我们都嘎了。甘乐沃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。霍无君冷冷地看着巨龙，我倒有另一个法子想试试。只见他开始蓄力，紧接着大喝一声丧花。邪龙见状眼神一凝，只见他的皮肤上发出滋滋的响声，下一秒他就被爆炸吞没，如竟敢冲破结界。此时霍无君已经进入高昂状态，我们一起杀了这巨龙如何？邪龙闻言发出一阵狂笑，真是不自量力的家伙。霍无君感觉此时自己无敌，浑身充满爆炸的力量。此时的他获得了刺客属性的增幅，力量加100%，速度加200%。你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又亮剑了一个。这些家伙怎么一个个的都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复杂化？邪龙也在蓄力，眼看他们就要碰撞在一起，巨大的龙息倾泻而下，但却被霍无君挡了下来。邪龙都有些意外，霍无君再次冲向邪龙，但打出的伤害对邪龙来说可以忽略不计。霍无君觉得邪龙的血条也太厚了，他再次冲向邪龙，迎接他的就是另一道龙息。霍无君使出幻影，从四面八方急速躲开，接着就给邪龙来了无数次斩击。可惜对防御变态的邪龙来说，只能算是挠痒痒。他的攻击与邪龙的鳞片发出清脆的撞击声。当他转身时，邪龙安然无恙地盘在他身前。下一秒，霍无君就瞪大了眼睛，邪龙的尾巴就和他的脸来了个亲密接触。霍无君一下就被抽飞到甘乐沃身边。甘乐沃觉得不能让霍无君死，说不定到时候他就真成王者了。邪龙再次开始蓄力，嘴里冒出滋滋的电流声。甘乐沃毫不犹豫地挡在霍无君身前，扛下所有攻击。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甘乐沃替霍无君挡下攻击后，并没有被秒杀，嘴里喷出一大口鲜血，但没关系，只要邪龙再给他来一击就行。霍无君觉得丢人丢大，又是甘乐沃帮他挡下了致命伤。他掏出一瓶能快速恢复10000点的生命药水，直接拍在甘乐沃身上。下一秒，甘乐沃的血条再次灌满，只把他气得青筋直冒。喂，你在干嘛？霍无君像没有听到似的，又掏出一堆各种药水砸向他。云之抗性加100，恢复力加50，防御力加500。霍无君这个阻止他死的最大绊脚石。现在甘乐沃可是 buff 叠满，还不得不挤出几个字：我真是谢谢你啊。霍无君也灌了一瓶增强力量的药水，接着他就进入了高昂状态，直接攻向邪龙。邪龙的双脚发出滋滋的电流声，恶狠狠地盯着霍无君。霍无君则邪魅一笑，手里捏碎一个东西。自此一人一龙玩起了空间转移，可惜还是邪龙技高一筹。霍无君直接被雷电击中，全身都陷入麻痹状态，直直的就从空中掉了下来。眼看邪龙又要吐龙息，甘乐沃急忙挡在霍无君身前，龙息直接命中他上半身。待到龙息散去，他的血条奇迹般的差不多还剩一半，看来 buff 没有白叠加。下一秒，他的血条再次灌满。甘乐沃那个气啊！喂，有完没完？霍无君凹了个造型，表示我懂你。就这样，在洞穴内，霍无君和甘乐沃不停地和邪龙进行战斗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邪龙的血条终于被他们磨到了一半。霍无君说只要坚持下去，他们应该可以击败邪龙。可下一秒，血条降到一半的邪龙触发了被动技能3S 级技能回溯，每分钟回血10万点。霍无君都麻了，这是什么变态技能？就算他不停的输出也没他回血快啊！邪龙呵呵一笑，就凭你们这些弱者，竟妄想是神！话音刚落，就发出一阵龙吟，咆哮声瞬间让他们痛苦不已。甘乐沃由于 buff 解除，防御力更是急速下降，很快两人就摔倒在地上。接着两人都触发了濒死状态，能抵挡一次致命伤害，且每日只能使用一次。此时两人的补给药已经全部用完，邪龙再次开始蓄力，看样子要给他们最后一击。霍无君呼吸沉重地说他们输了，甘乐沃却不赞同，还咧嘴笑了起来。不，还没输，10分钟内只能活一个，我死了，你就可以完成挑战，你依然可以拿到王者称号。说着拍了拍霍无君的肩膀，
霍无君问他什么意思。此时黑龙已经准备攻击，也是最后的考验。只见甘乐沃一把抓起霍无君，看架势是要把他扔出去。果然，下一秒霍无君就变成了人形大炮。活下去吧，魔族的未来！霍无君只来得及喊出一个不字。你这家伙虽然是个魔物，却没有那么讨人厌。甘乐沃，接着甘乐沃就被白光吞没。霍无君只能在外面静静地看着，他到现在都还有些懵，甘乐沃怎么能做出那种选择？却不知里面的黑龙开怀大笑，恭喜啊！终于有人通过了先祖的考验。曾经的祖先为了保护魔族的子民，牺牲了自己。他将自己最宝贵的技能放入了魔库，等待着他认可的强者到来。然而100年来，每一个通关的魔族都在最后一关自相残杀。这样的人即使通关，也不具备获得称号的资格。唯有你们2人互相扶持，选择一起面对困难。这种不畏惧生死的魔族信念，才是王者所必备的品质。霍无君此时的血条已经回满，也获得了魔王认定者的称号。获得经验200万，等级提升4级，进阶为1加恶魔，所有属性加成翻700倍。获得 S 级主动技能魔王龙息。甘乐沃闻言都麻了，他获得了500万经验，等级直接升了10级，1加级恶魔，所有属性翻7倍，120自由分配属性点。获得3S 级被动技能回速，每分钟回血10万点。恭喜甘乐沃通过考验，获得隐藏称号魔族王者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此时外面已经炸开了锅，主要是这战绩太惊人了，1个下午就通关了先祖魔窟，那可是100年来从未有过生还的死地。这么说来，曾经的预言可能要真的实现了。这一世，魔族将遇到一统的绝世王者。柳冰怡闻言一惊，上一个绝世王者就是他先祖柳玉，竟然还有这么一个预言。全世界所有恶魔中，数百年才会诞生一个真正的王者，他身上会散发出所有恶魔不同的王者气息，在经历一番社会毒打后，终将蜕变成万人敬仰的存在。霍暗心情贼好，不愧是我儿，获得王者称号也是理所当然，自己以前还是小瞧他了。突然，魏明开口了，抱歉啊，成为王者的不是吴军公子，是甘将军。此时魏明的表情多少有些欠揍。几人闻言再次被震惊，什么？甘乐沃是王者？可与他们想象的不一样，我们的王者此时一脸生无可恋，他只希望能把自己醉死，就像一个做卧底的，一不小心把自己混成大个了，这还怎么玩？老板娘只觉得他太能喝了。甘乐沃是越想越憋屈，自己拢共也就1万的血条，每分钟回血10万，这还怎么死？此时系统再补他一刀，您还有2个技能尚未装配。甘乐沃不由悲从中来，现在彻底回不去了。我的娜娜，他漫无目的的走在街上，突然他发现有个小屁孩鬼鬼祟祟的跟了他一路，转头看去时，小屁孩又躲了回去。甘乐沃没有管他，继续游荡。没走多远，小屁孩又把脑袋探了出来，甘乐沃则突然出现在他面前。你跟踪我？这把小屁孩吓得够呛，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但脸上还是一脸倔强。您一点都不吓人，我才不怕呢。甘乐沃也是无语，问他跟着自己做什么。小孩结结巴巴说想甘乐沃陪他走一趟百灵魔窟，只要他答应，自己可以做牛做马。甘乐沃接过纸张一看，路人也趁机把头伸了过来。好家伙，这一幕咋有莫名的熟悉感？不就是骗子小广告吗？这小屁孩也相信。可这百灵魔窟又是什么地方呢？小屁孩说他收到信就去了，但对方说他未成年不让进，而且他刚好看见甘乐沃从另一个魔窟出来，是他的话一定可以带他进去。路人说这一看就是诈骗广告，谁会信？甘乐沃则灵机一动，尊都假都，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。路人不可置信，这你也信？甘乐沃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他可是听说恶魔族有一个愿之泉，什么愿望都能实现，说不定就在眼前。小屁孩说这可是他花了5万云币才获得的机会。甘乐沃觉得这钱老值了，路人彻底破防，这更加确定是诈骗了。路人没想到小孩子的钱这么好骗，那他以后还捡毛的垃圾啊！要知道一个瓶罐才1毛钱。小屁孩说他妈妈心脏衰竭，只有1个月时间了，他是将所有打工的钱都给了百灵俱乐部才换来的愿望蛋，他必须找到合适的模型，他妈妈才能活下去。路人觉得他的遭遇让人同情，但只有傻子才会愿意和他去，可下一秒他就被啪啪打脸。甘乐沃说愿意陪他一起去，条件就是分他一个愿望。甘乐沃觉得自己就是个大聪明，直接许愿变成人类不就得了。小屁孩说可以分他2个，路人觉得他俩没救了，看气氛2人还挺合拍。根据这些信息综合，路人立马就想到了一个地方，最近比较活跃的黑工诈骗集团。2人很快来到一处科技满满的豪华门前，毕竟还需要扫描。甘乐沃一脸期待，愿之泉，我来了。甘乐沃刚进去就立马被锁定，一个黑影说又有鱼儿上钩了，关门收网。说话的竟是个胖子，让他们下手记得有分寸，别弄死弄残后没法干活。听到关门声，甘乐沃2人也是一惊，接着滋滋的声音在他们背后响起，只见一个男人抡拳袭向甘乐沃，小屁孩直呼小心。甘乐沃只是扭头瞥了一眼，这家伙没吃饭吗？这也太弱了，才打掉他5的血量。与此同时，他触发了被动技能回溯，血量瞬间恢复。你好啊，这里是百灵魔窟没错吧？男人是个地级恶魔，觉得甘乐沃挺能装的，接了他的全力一击，还能这么淡然的说话。接着又出现好几个人，甘乐沃说他们是来实现愿望的，但看他们的样子，甘乐沃觉得是不是他们来错地方了？黄毛闻言都差点笑抽筋，都这个时候了还在痴心妄想，社会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贪心不足的蠢货才被我们骗，也不动动你们的猪脑子，这世上哪有什么能实现愿望的好事？甘乐沃此时酒劲也上来，
胡扯！赶紧将魔族的怨之拳交出来！几人闻言更是捧腹大笑。怨之拳那种骗小孩的童话你也信？喂，你真的相信光吗？我们可是云之国最大的人体黑产组织，靠诈骗把你们这些蠢货骗到百灵魔窟。乖乖听话的话，就可以留在百灵魔窟给我们干一辈子矿工；不听话的就嘎了你们腰子拿去卖。反正你们这些底层贱民，就算消失也没人在意。他觉得甘乐沃身材不咋地，但做点军工装配还是可以的。乖乖做个听话的狗，认清现在的局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就瞬间变成了人形大炮。黄毛两人都惊呆了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刚刚发生了什么？而男人则扎在天花板上没了动静。甘乐沃那个气啊，都多少次了？自重生以来，一次次的经历这种幻想破灭。黄毛觉得来了刺头，让同伴们上甲，非要给这个敢还手的家伙一点颜色瞧瞧。接下来就是穿装备的时刻，简直就是钢铁侠在世，科技感拉满。很快他们就变成3位钢铁侠，还别说贼帅。其中一个开始蓄力，觉得要让甘乐沃看看世间的险恶，也正好拿他试试最新的臂加战甲的威力。一句弄他，几人就开始围殴甘乐沃。殊不知他们撞上了甘乐沃的枪口，每次他离成功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刚好今天整了2斤白酒，情绪也上来了。这帮孙子还真是孝顺，竟给他整活。甘乐沃真的好郁闷好憋屈，还好兴奋。只见他一拳挥出，空气都被他打爆，巨大的冲击都将地面理起滚滚烟尘。几人就像进了澡堂一样，全身的战甲直接化为齑粉。几人立马跪地求饶，面前这位大哥也太强了。反观甘乐沃则是一脸委屈，他苦啊憋屈啊。其中一个更是打起了感情牌，说他们也是被骗来的，这个组织太强大了，他们根本逃不出去，只能留下来无奈的替他们办事。此时甘乐沃的酒已经醒了几分，面前这家伙在说什么屁话？等等，势力强大。黄毛觉得有救了，立马补充道，说出来怕吓死你，我们背后可是有着掌管云国最高官职的那位大人撑腰，而且等将军来了，你必死无疑。云国最大的3个重臣吗？搞半天是那几个货，不知道是哪一个老的，诈骗竟然骗到他头上了。就在这时，一扇铁门缓缓打开，黄毛像是看见了救星，顿时嚣张起来，哈哈，将军来了，你就等着去死吧。甘乐沃扭头一瞥，还不等他开口，对方声音便传了过来，喂，就是你在这搞事吗？来人竟是他进门时监控的胖子。老胖子的长相，甘乐沃就知道这个诈骗集团背后的大人是谁了，竟是枪斗曹这个老东西。同来的黄毛闻言一惊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背后的老大的？还竟敢这样辱骂他？胖子还觉得是哪些不长眼的手下说漏了嘴，殊不知是他的长相出卖了他，他正是枪斗曹的弟弟枪斗胖。黄毛觉得自己大祸临头，急忙结结巴巴的求饶，可下一秒他的脑袋就像西瓜一样炸开，小屁孩被这一幕吓得够呛，这也太凶残了。枪斗胖觉得他们就是一群废物，留着也没什么用，连一个无名小卒都打不过。跟着一起来的黄毛也想不起来甘乐沃是谁，实在眼生得很。胖子俯视着甘乐沃，你知道的太多了，只能将你留在这里当养料了。甘乐沃觉得这个胖子还有点实力，那就给他一个杀死自己的机会。那你就让我死死看吧，你只有10分钟时间，如果杀不死我，那你就得死。此时甘乐沃的表情多少有些诡异，几人闻言都震惊了，竟然有人提出这种奇葩的要求，胖子都被他整不会了。不是他这什么意思？10分钟，这是看不起他。胖子觉得受了奇耻大辱，他要1秒钟让甘乐沃的脑袋搬家。黄毛一眼就认出这是他们将军的超强一击，看这气势是没有给甘乐沃留活路。胖子致命的一击却只打掉了甘乐沃500的血量，还真是雷声大雨点小，甘乐沃瞬间就将血条回满。胖子也是一惊，这怎么可能？在甘乐沃看来，这个胖子也就比其他人厉害那么一丢丢，说白了还是一个废物。喂，胖子，你是不是没吃饭？用你的超必杀技试试。胖子闻言感觉再次被侮辱了，这小子还有点实力。眼看10分钟就要到了，甘乐沃开始发飙，快点，你这死胖子到底行不行？胖子也被激到了，这家伙竟还敢小瞧自己，一定要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胖子疼的一下冲向甘乐沃，直接一个暴击5连鞭，对着甘乐沃就是一顿暴锤，接着又是超连击8连鞭，他就不信弄不死甘乐沃。此时黄毛也才想起来甘乐沃是谁，顿时满头大汗，地面都被胖子打成了碎石，胖子更是累成了狗，不停的哈着气。可下一秒，甘乐沃再次满血复活。喂，胖子你不行啊，别停！胖子已经感觉是第3次受侮辱了，不由眼神一凝，直接底牌大招伺候，爆炸输出之最强一边。可能是他祖坟冒青烟了，触发了甘乐沃的被动技能反伤，胖子一口鲜血倾泻而出，直接倒飞800米，打人还打到自己吐血的。胖子想不通，对面的小子到底怎么回事？与此同时，黄毛大吼一声，我知道了，他就是那个在宫里对霍暗大将军找茬的变态。可他不是去先祖魔窟了吗？为什么还活着，而且还出现在了这里？胖子闻言也知道是谁了，是这来历啊，我听说过你，原来是被柳婆娘包养的小白脸，别以为能够骗过我，靠女人上位的低等恶魔罢了。然而让人意外的是，胖子竟是有2颗心脏的大恶魔，不是他自己爆出，谁又能知道？他还自称是恶魔族未来的统领。只见他手掌一伸，看来也是要变身钢铁侠，而他的战甲明显要比黄毛3人组高级，是 A 级的云冰战甲。甘乐沃躺在坑里一脸不爽，胖子不要装杯了，赶紧来！胖子闻言深吸一口气，风暴般的能量汇聚向他的右手，这是他的连击新形态云震荡炼狱，砰砰砰的全声响起，接着就是一声炸响，胖子的战甲都碎裂了，再次把他累成了狗。不出意外他就要出意外了，
反伤暴击再次触发，而且还是连续触发。第一波打掉他7000血量，第二波带走他10000血量，第三波直接8400。胖子的血条一下就见底，触发濒死状态。黄毛看得心胆俱裂，带着哭腔呼喊他们的将军。胖子则倒飞出去，重重的砸在地上。他想不通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打人的快死了，被打的屁事没有。柯南来了也得蒙圈。此时胖子只剩一口气吊着，他将此生所做的坏事都回忆了一遍，自己这是遭报应了呀。与此同时，甘乐沃则缓缓地站了起来。10分钟已经到了，可自己怎么还没有死？这个胖子果然是个废物。为什么自己还是满血？胖子，这就是你的全部了吗？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甘乐沃挫了挫指骨，这就是你的全部了吗？真是个废物。对，这是我的全部了，我都给您了。对不起，让您失望了。哥，不，大爷，求您别对我出手，求您，要多少钱要什么我都给您。甘乐沃抡起沙包大的拳头说道，我要你让我死。胖子闻言把一辈子的委屈都哭了出来。哥，您别玩我了，我不配。您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传来，右将军大人。黄毛也急忙开口，快救救将军，他是您亲弟弟啊！来人竟是枪斗曹，这是他自己作死，是死是活甘将军说了算，轮不到我。甘将军，这里是上一任魔尊亲自制定用来打造武器的兵工厂，是在下管理不善导致了误会，还望甘将军海涵，我立马加强管理。这老登是睁眼说瞎话都不带脸红的。甘乐沃对此毫不关心，你们想怎么搞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，胖子的命我也不感兴趣，只给枪斗曹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。切，一帮没用的废物，吹什么最强武器，还怪让人失望的。胖子见捡回一条小命，立马开始叩头千恩万谢。突然，甘乐沃停下了脚步。对了，有个事儿，胖子，你刚刚说我要什么都给我是吧？甘乐沃一下凑到他面前，你是不是还说过你有2颗魔心？胖子闻言都吓尿了，立马开始否认，我没说过吧？不是，您什么意思？说话还怪吓人的哩。画面一转，手术室中传出一声惨嚎，哥，救救我呀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放过我。可无论他怎么挣扎，医生都不为所动，让人准备麻醉，还让胖子放心，2颗心脏摘掉1颗是不会死的。甘乐沃和小屁孩就在门口静静守着。大哥，要不是你，我妈妈真的没救了。谢谢你，还顺手的事儿，那地方还是能实现愿望的吗？只是不知道他的愿望要猴年马月才能实现。他不由又想起了公主，好亮呢。现在的你还好吗？送走甘乐沃后，枪斗曹也松了一口气。他没发现能量储存装置吧？放心，魔猿还好好的保存着云国最强大的能量武器，我们必誓死捍卫，绝对不能给其他人发现。人族的军队可就要过来了。画面一转，一处战场出现，休整完毕，所有人做好战前准备。小峰，这场战斗原本应该是你来统领的，但现在却只有身体在这里，我想你了呢。在那里过得还好吗？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会见面了。躺着的男人竟是甘乐沃的前身沙辽峰。此时3个男人围殴向他，甘乐沃丝毫没有躲闪，刀剑与他的肩膀发出金属的碰撞声，这让他那个气啊！没吃饭吗？对着我的头砍了！废物，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就没人能杀了我吗？甘乐沃是真心的想死。突然，他的眼睛猛然睁开，原来竟是一场梦。他有些遗憾，不是做梦该多好。此时，柳冰怡的侍女就在他床边。甘将军，殿下召开紧急军事会议，请您去大厅商议。甘乐沃闻言有些懵逼。军事会议？会议室内，甘乐沃已经坐在了2把手的位置，他的对面就是霍安。柳冰怡说，根据探子回报，人族的领导层发生了大变动，他们似乎准备提前对我们发起进攻，而且人族派出了超过1万的战士军团，所以这次才召集大家来商讨对策。对于这次会议，柳冰怡很是重视。会议室门口都有士兵把守，而上次如此大规模战争还是10年前，是集全国之力才勉强挡住了人族的进攻。霍安说，最后还是他和魔尊一起玩偷袭斩首行动，才得以保住云国。然而当时人族才仅仅派兵5000，可如今魔族的军事力量还在原地踏步，敌军却派出了2倍的兵力。他的建议就是死守消耗，等待战机。吴军，你即刻领一队先遣部队到联盟求援。或吴军立刻领命。柳冰怡看向甘乐沃，甘将军有何高见？甘乐沃闻言脑子开始飞速运转起来。1万战士吗？1分钟内同时1000个人砍他话，平均每人1分钟砍掉他100的血，这样总伤害就能超过他的回血量。只要自己主动挑衅他们，让他们砍，这样不就可以死了？甘乐沃越想越觉得此计可行，天赐良机啊！他的脸都笑变了形。接着他就猛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战，必须战，不但要战，还要出城狠狠的迎击。霍安闻言都咬紧了牙关，这简直就是胡闹，他也忍不住一巴掌拍在桌子上。现在可是云国生死存亡之际，岂能听尔等任性妄言？甘乐沃也丝毫不虚。10年前，人族5000人就将你们打得奄奄一息，而今人族带了1000人来，你们抵御求援，竟然把希望放在援兵身上。10年后2万人来，你们又把命交给谁？你们连自己的命运都不敢抓住吗？再者，谁说魔族如今的军事力量没有提升？你们难道忘了我是谁吗？我可是魔族的王者，我就是你们最大的军事变化。这不要脸的自信让柳冰怡秒变迷妹，其他人也被他话点醒。是啊，怎么差点把这么重要的事忘了？他可是被先祖认可的王者，也是第一次出现。还有那个魔族的预言，魔族的王者将一统整个魔族，带领魔族走向光明。或暗见势头不对，立马站起来反对。你这是要将无族千万军士置于死地吗？尔等从未上过战场，
岂知战场的残酷，甘乐沃也立马反唇相讥：你以为胜利是靠白捡来的吗？你以为偷袭一次别人还会给你同样的机会吗？一个2连问让霍暗顿时哑口无言。但这还没完，你以为在这说丧气话就能赢吗？你当了这么多年兵，还不知道战场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那就是必胜的气势。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。我甘乐沃在此立下军令状，这场如果战败，就把我当场斩首示众。3大高官闻言表情不一，霍无君则是满脸欣赏，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，这家伙总是让人那么振奋啊。柳兵一闻言站起身来，真是拿他没办法，随即就开始下命令：这场战斗甘将军拜元帅，所有军队听命于他，我们开城迎敌。霍暗闻言不由菊花一紧，他从军几十年，这次的人族军队不但人多，每个战士的实力更是以往的数倍，魔族这次绝无赢的希望。尔等跟随无数十载，我绝不会让你们去白白牺牲性命。众将听令，此次上战场不必出城，更不必听从甘将军的指挥。若是殿下怪罪，老夫一人承担。很快几天就过去，人族大军已经兵临云国的边城，城外各种先进的热武器已经布置到位。人族将领已经拿起望远镜开始观察，他要在这次彻底击垮云国。随即他就下达了攻城的命令。新将军有令，魔族的人头一个不留。随着炮口喷射出能量火焰，大量的飞弹攻击向城内，魔族人们急忙运用魔法组织抵挡。飞弹还未落下就被全部击毁，可有一枚飞弹不按套路出牌。小姐姐从未感觉离死亡有这么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飞弹再次被摧毁，竟是甘乐沃他们到了。甘乐沃等这一天可是很久了。突然，地面腾起滚滚烟尘，隐隐约约能看到一排钢铁巨兽，他们呈锥形推进，每个人看起来都是战意高昂。甘乐沃站在城墙上遥望着他们，霍暗则在背后悄悄使坏。记得我说的，人们也开始小声议论起来。怎么办？我们该不该听霍将军的？可是现在甘乐沃才是最高指挥官，不听的话就是违背军令。甘乐沃对此也有所察觉，但他毫不在意。众将听令，你们都在城内给我待好了，一个都不准出城。所有人闻言把一辈子的震惊都震惊了。这下好了，不用纠结了，这场战斗就交给王者一个人吧。话音刚落，就一个弹射跳下城墙。霍暗再次懵逼加震惊，不是你玩真的呀？人族军队也很懵逼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对方主帅直接来到跟前，人族指挥官满脑子都是问号。在灰尘的衬托下，甘乐沃的身影显得异常高大威猛。此时战场静得可怕，有的只是哒哒的脚步声。两方人马很快就对峙在一起，甘乐沃就那么静静地站在他们面前，在气势上丝毫不输对方，还真有一副当官万夫莫开的气势。人族统领还是有些懵逼，这个魔族是怎么回事？竟然一个人就下来了。男人叫路刃家，是个蓝色和系法师。他见城墙上的魔族一个未动，觉得有诈。此时城墙上的魔族还在交头接耳，刚刚是不是出现幻听了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没错呀，他刚刚让我们不要动，他要单挑人族大军。霍暗觉得甘乐沃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，他到底有什么打算？竟然下令让魔族士兵一个都不要出动，对面可是足足有1万人族大军啊！甘乐沃整理了一下衣领，听说人族军队很强啊，可你们怎么这么怂，都不敢攻过来？话音刚落就开始脱起上衣，但人族大军依旧没有动作。甘乐沃见状不干了，不是吧，你们这群废物，就我一个人你们也不敢上？此时战场气氛着实诡异，甘乐沃一人就将对方压得不敢动弹。对面的人族统领可是他的老朋友兼曾经的部下，没想到这次带人攻城的竟是他。他只希望路刃家不要让他失望，而且他记得路刃家有个致命弱点，那就是死要面子，只要稍微挑拨一下。接着甘乐沃就开始搔首弄姿起来，喂，小扒菜们，快来给我挠痒痒！路刃家见状如遭雷击，接着就面目狰狞起来，你他丫的竟敢对着我们撅屁股！接着就拔出了刀，上，弄他！一时间枪炮齐鸣，这正是甘乐沃要的。没错，你们一起上马，把伤害拉满。甘乐沃则不闪不避，路刃家也准备出招。在这密集的攻击下，甘乐沃依旧纹丝未动。要说这路刃家也算废物，一刀才嘎掉甘乐沃150的血，其他士兵更是不堪，才堪嘎掉20的血。可这攻击的速度还跟不上他恢复的速度。虽然他没给体力加点，但等级的提升也让他的防御增加不少，而他们提供的伤害还远远不够，起码要达到每秒1600加才行。喂，你们 TM 没吃饭吗？给我用全力！人族士兵大惊，他们的攻击竟然没有任何效果，他的伤口已经愈合了。路刃家更是破防，满嘴国粹输出，这恢复能力也太变态了。随即下令第2部队一起上，2支部队再次全力输出。突然，一台机器泛起红光，竟是雷射武器，瞬间就将甘乐沃锁定。随着充能完毕，一道金光爆射而出，甘乐沃被打了个正着，可他并没有死亡的恐惧，而是在得偿所愿的大笑，还挑衅他们，让他们继续。霍暗在城墙上看着被炮轰的甘乐沃，他也大为吃惊，这家伙怎么回事？恢复能力这么变态？不会吧？难道他一直都是认真的？从最初说要战斗开始，他就准备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人族军队。甘乐沃被砍得很是兴奋，对，你们的攻击总算有点样子。人族军队越打越精，都在猜测会如何出手。他该不会有什么阴谋诡计吧？看着血条掉了，甘乐沃都笑出了猪声。对，继续。就在这时，被动技能触发，一个倒霉鬼直接掉了8000血，一口鲜血喷出到砸在地上。其余人一脸懵逼，怎么回事？刚刚发生了什么？男人还剩最后一口气，这家伙不是普通恶魔，他反弹的伤害简直爆炸。人们惊呼出声，阿炳死了！路刃家觉得甘乐沃有问题，
而且有大问题。他急忙下令所有士兵停止攻击。他记得新将军说过，云国曾经诞生过一个3S 级的魔族王者，拥有堪称 bug 级的恢复能力。当年只靠一己之力就覆灭了人族好几个国家，更是夺走了3大魔窟，让恶魔族拥有了和人类抗衡的力量。可是那个魔族王者不是早就死了吗？但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历？甘乐沃见状顿时不乐意了。喂，你们怎么停了？你们1万大军，连我一个人都杀不掉吗？人族大军闻言又发现了新的问题，你们快看，他身上的伤又都愈合了，这家伙相当不对劲。路人甲也觉得甘乐沃不简单，让手下保持冷静，先不要进攻，最主要的是他们的任务是将最强的恶魔军队吸引过来，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他们也该撤退了，这样还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亡。甘乐沃彻底傻眼，魔族大军也是一脸懵逼，什么鬼情况？他们竟然想撤退？女子不乐意了，各位禁卫军战士，跟我冲，不要让这些人族跑了。羽人骑着战宠率先追了出去，后面的骑行大军迅速跟上。霍无军也下令全军出击，收到命令的士兵个个战意高昂。甘乐沃也是一惊，这些家伙怎么一个个又进入了高昂状态？魔族大军彻底被唤醒，纷纷变身龙骑士杀向逃跑的人族大军。路人甲也吓着了，怎么回事？这些家伙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一样攻下来了，自己刚刚把大招都放了 ，CD 还没结束呢。魔族大军喊出了一句豪言壮语：犯我领土者，虽远必诛。霍暗也被甘乐沃深深折服，觉得自己确实是老了，如今是年轻人的天下了。甘乐沃确实有勇有谋，王者称号实至名归。接着他也进入了高昂状态，下令所有士兵在此听候甘乐沃的指挥。今天他定要让这些蝼蚁有来无回，爆炸性的力量充斥着他的全身。将士们闻言立马领命。就在他们要加入战场时，一道急切的声音传来：报，不好了！霍暗闻言心里咯噔一下，人族军队使诈，使用声东击西的计策。眼前这攻城的军队只是调虎离山的障眼法。另一边有一支人族强大的军队从西门直接杀进了云国，西门的将士一个不留，全部惨死。现在云国境内的人民正在遭到残暴的屠杀，甚至连妇女和孩子都不放过。此时的人族大军比恶魔更像恶魔，而他们才是人族此次进攻的主力。他们一路杀到了皇宫，直指魔尊。霍暗闻言气到全身发抖，画面一转，胖子已经领了盒饭，可怜的孩子刚失去一颗心脏，现在连命都丢了。一个高大的人族将领扛着剑走向皇宫，他身边全是倒下的魔族，眼看就要走到柳冰怡他们身边。柳冰怡此时也是浑身挂彩，他觉得眼前的人族将领太强了，根本就无法战胜。魏明此时也是气喘吁吁，魔尊，我们得想办法撤离才行。怎料人族将领竟直接坐下，你们的国防力量已经被全部破坏，马上就进入游戏时间。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期待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巨大的火球砸向他们，伴随着一声巨响。人族将领扭头一瞥，他们的一个同伴已经奄奄一息，急忙展开治疗，再晚一步的话有可能就阴阳两隔了。霍暗此时杀气腾腾，直接将柳冰怡两人护在身后。尔等卑鄙无耻！人族将领呵呵一笑，终于来了个有点搞头的魔族了。他开始有些燃了，你来的正好，我的刀可是已经饥渴难耐了。霍暗眼神一凝，这家伙是个高手，紫色的光芒看起来就深不可测，看来得速战速决。随即他身上就爆发出强大的能量，接着他就变成了魔龙形态，实力大幅度的飙升，力量加 130%， 速度加 150%， 体力增幅更是惊人，达到 500%， 持续时间10分钟。人族将领在他面前就像蚂蚁一样渺小。就在刚刚，两军已经碰撞在一起，两把武器瞬间碰撞在一起。此时战场上都杀疯了，到处都是金铁交击声、惨叫声。甘乐沃给气得肝疼，好得很，都玩我是吧？你们就是这样考验我的。自从甘乐沃重生到这具破身体后，就像开挂了一样，从一个小兵到云国最牛的大将军，从一个战五渣到现在怎么杀都杀不死，甘乐沃都气笑了，随即就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他质问老天到底要怎么样？难道真要他当上魔王才善罢甘休吗？突然，天空开始回应他，一道巨大的雷龙从天而降，他一定要劈死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。多少人都梦寐以求长生不死，可他居然还嫌弃上了。但雷龙并没有劈到他，而是劈在他前方的战场上。甘乐沃麻了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能不能劈准点？待到雷龙散去，战场上交战的两军都已经倒在了地上。甘乐沃有些懵，怎么回事？人族不是在城外和魔族交战吗？他们又是什么时候攻进城来的？突然，一个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，求求你，放过我女儿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士兵狞笑一声，不放过你女儿，你也得什么都给我呀。小女孩不停地在士兵腋下挣扎，士兵此时春风得意，哈哈，我先进去享用了。女孩的父亲撕心裂肺地喊着，放开她，可惜她被压制得死死的，什么都做不了。随后一把剑就插在她手掌上，成者亡，败者。他话未说完就被一只拳头打断，士兵瞬间倒飞800米。甘乐沃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他，他觉得此事透着诡异。即便战争如何残酷，即便成王败寇，但人类军队是严令禁止这样做的。两个士兵看着他，嘴里发出冷笑。又来了一个送死的恶魔。此时女孩的双手已经被从背后绑了起来，两个士兵冲向甘乐沃，这个打扰他们好事恶魔族必须死。眼看戴帽的士兵已经在近前，甘乐沃眼神一凝，直接挥出一拳，两名士兵即刻进入濒死状态。这还是他手下留情，倒地的士兵不断的喷血，甘乐沃一把捏住他的脖子，士兵都想骂人，一拳只是普通的一拳，就把他俩的血条打空了。
这个光着膀子的恶魔绝对开挂了。甘乐沃杀气腾腾地俯视着他，说：“你们是哪个军团几号编队的？”士兵闻言急忙回答：“我们都是第21军团511编队。”一个士兵口吐国粹，为何一个恶魔会问他们军团编号？甘乐沃闻言如遭雷击，21、511，那不就是他统领的军队吗？随即他就松开了男人的脖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这样？眼看甘乐沃走神，两人急忙开溜。甘乐沃还是想不通，不对劲，总觉得不对劲。从看到城里的惨状开始，甘乐沃就觉得很不对劲。突然，他好似想到了什么，这个地方为何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？这建筑，这风格，这相似的一幕，他记得自己好像来过这。甘乐沃内心一惊，他想起来了，当时的战场也很惨烈，人族的热武器不断轰击着魔物的城市。没错，这里是云国，妈妈被他们折磨死了。这个声音顿时将他拉回了现实，父女俩只能抱头痛哭。男人不断地安慰着女儿。此时空中一道雷电劈下，雨点拍打在甘乐沃身上。甘乐沃仰头看着天空，突然看到霍暗变身的魔龙，他彻底想起来了，6年前他曾带兵攻打过一个叫云国的地方，当时他最后击败的就是霍暗，仅仅一招，霍暗就败了。就因为赢得太过轻松，他都把这事给忘了，所以他重生到了6年前的云国。现在是6年前，人族领兵的却不是他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自己现在的身体又在哪里？画面一转，一处唯美的湖面上，公主和沙风聊就静静地处着。小风，种族间的仇恨又要加深了呀！只有你跟其他的所有人不一样，你的战争是为了守护，而他们是宣泄、掠夺、暴虐。战争是很残酷、很可怕的。甘乐沃阴沉着脸，以前那支511是信念坚定、纪律严明的军队，当时他战胜魔龙后，便下令放了所有魔族，与此时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小孩手里拿着匕首，孩子妈妈却在不停地催促孩子快走，不要管自己，哪怕他自己接下来的命运很悲惨，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活得好好的。男人嫌他太吵，直接释放出电流将他麻痹。女人果然一下就老实了，而这个恶魔般的男人竟是甘乐沃的老部下，此前因为犯了军规，被沙风聊亲自送到监狱关了起来。此时这家伙不但出来了，还老毛病犯了。呵呵，恶魔人妻还风韵犹存吗？甘乐沃瞳孔逐渐放大，这些家伙真的不可原谅。要知道当年霍无君出生时，门口可是围了一堆人，霍暗更是高兴得像一个孩子，属下们也是第一次见到霍暗如此开心。抱着霍无君的霍暗画风秒变，作为一个父亲，他只希望小无君能平平安安长大。看着凄惨的妻子，他发誓必将用生命守护他们。画面回到战场，男人的攻击一闪而过，霍暗就受了伤，但他的气势更盛了，他势必不会让这帮杂碎摧毁云国。男人没想到他还挺扛揍的，不过是个普通的 A 加恶魔而已，但他觉得玩够了，是时候给他致命一击了。男人猛踏地面，瞬间弹射出去，双方都气势如虹，数道剑光划过，男人一个漂亮的落地，霍暗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随即变回人形。霍暗也瞬间明白过来，男人的实力比他高得多，他从一开始就在戏耍自己。男人眼里寒光一闪，看来你还是没有让我满意啊。话音刚落，他就举起了手中的长剑，死吧！突然一声金铁碰撞声响起，男人也是一脸问号，霍暗等魔族也是震惊不已，来人竟是霍无君。霍暗则大喊让他快逃，你个蠢材，你根本不是他对手，从小到大你都是如此鲁莽。霍无君闻言顿时不乐意了，我在你眼里就是如此不堪吗？你竟然这么评价我？霍暗顿时语塞，他是想保护他呀。而霍无君打小最崇拜的人就是霍暗，每提到父亲他都异常兴奋，那可是带兵打仗的大将军，简直不要太帅。霍无君从小就是个学霸，今天他又拿到了第1名，第一时间就冲到了霍暗的书房，他只希望父亲能夸自己一句，可霍暗只是淡淡的说知道了。霍无君却无比失落，明明考了第1啊！青年的霍无君这次拿到了军队考核第1，本以为父亲这次肯定会夸自己了，哪知还是一样的答案。霍无君觉得肯定是自己哪里做的还不够好。很快霍无君升中将了，再进一步就是父亲的位置了。从大臣的拍马中得知，他可是魔族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将。本以为这次稳了，父亲肯定会夸赞自己几句，哪知还是同样的答案。想到这些，霍无君爆发了，我无论如何都得不到您的认可了。男人则在一旁吃起了瓜。霍暗没有回答，反而让他快速离开这里，对方太强大了。此时的霍无君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敢践踏云国就该死。话音刚落就冲了出去。霍暗见状大惊，想要阻拦已经来不及。臭小子，你压根就不知道那个人类有多厉害。见霍无君冲来，几人立马摆出迎战的姿态。霍无君眼里寒光一闪，在极致的速度下，男人旁边的2人一下就被霍无君解决掉了。男人大惊，他身上的战甲也被切得粉碎。同样震惊的还有霍暗和魏宁，竟然一招就解决了人族的2个副手。此时战场一片寂静，男人瞬间认识到霍无君和一般的魔族不一样。接着霍无君就借着灵力翅膀悬浮在空中，魔王之技能发动，男人急忙拔剑应付，怕晚1秒自己就嗝屁。天地灵气快速的汇聚向霍无君，霍暗像是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一样。何时开始，无君已经彻底超过了自己。S 级的魔王龙息准备完毕，此时的霍无君完全压制住了人族，霍暗也才回忆起霍无君拿第1后来找自己的场景。等霍无君转身出去后，霍暗的牙都快笑到了后脑勺，不愧是我的儿子，优秀基因一个都没少。哪知霍无君又突然折返回来，表示回来拿考卷。
霍岸这个老六也是立马变脸，语重心长的道：“吴军啊，为父给你起名吴军，就是想你平平淡淡的过完一生。可你为什么要对军事这么感兴趣呢？”霍将军，吴军公子拿到了军队考核的第1名，你看，我就早知道这小子一定能行。可是这一切跟我的规划相差太远。属下也是一脸懵逼，这老登每次提到吴军在军队的变化，情绪都变得难以琢磨。霍岸有苦只能到亡妻的坟前诉说，吴军怎么也喜欢上当兵这条最危险的路了呢？但他真是个天才，次次都是第一，不愧是我们的儿子。我以前只顾在外打仗，却忘了陪你们，但你怎么就走得如此早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样对待吴军，他应该无忧无虑的生活一辈子才是。此时霍吴军已经发动了龙之吐息，男人顿时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力量扑面而来，一道能量光柱喷射而出，男人被正面击中，霍吴军悬浮在空中静静的看着，这就是践踏云国的下场。突然，霍岸眼睛瞪得老大，待到霍吴军的攻击散去，一把缠绕着金色能量的大刀出现在众人面前，男人则完好无损地躲在刀后，他嘴里嘻嘻一笑，这才对嘛，终于来了一个有点挑战性的恶魔。此时的他兴奋无比，那就拿你出来亮个相了。接着他就摆出攻击的架势，显然是想和霍吴军好好玩玩。霍岸则是脸色大变，露出不可置信的眼神，这把武器他在图谱上见过。霍吴军显然没有察觉到危险，霍岸可不想这么优秀的儿子丧命，急忙阻止这把刀。他话还没说完，男人就已经挥舞了一下。霍吴军眼睛瞪得老大，只见他身后的大楼直接被削成了2半，像切豆腐块一样，身后则传来垮塌声。霍吴军真的被震撼到了，柳冰怡和魏明也是惊呼出声，刚才那一击太恐怖了，快去看看。此时霍吴军还在呆愣中，因为他看见父亲就挡在自己面前。吴军，为父错了，一直以来为父都忘了告诉你，你是为父最大的骄傲。霍吴军闻言直接泪流满面，因为此时霍岸已经失去了一条手臂，他没想到父亲为他做到了这个地步，与霍吴军形成鲜明对比。霍岸却笑得很开心，你真的是最优秀的战士，未来也定会成为这个世上最优秀的魔将，所以你必须活下去。突然，一个防护罩将霍吴军保护了起来。霍岸认出男人手上拿的武器是来自罪之深渊，必定讨伐过3S 以上的魔王，即便是整个云国加起来也没有胜算。给霍吴军的保护是他数十年来留下的后手，堪称绝对防御。霍吴军哭得更凶了，这个技能叫合裂生之墙，强后的所有物体防御加1万，代价就是要用生命发动。接着霍岸的脸皮开始裂开，他做到了。从吴军出生开始，他就发誓要用一生去守护他，守护云国。就在这时，魏明从他背后冲向他，将霍吴军和柳冰怡抱在怀里，让他们快走，不要让霍岸白白牺牲。男人呵呵一笑，煮熟的鸭子怎么可能让他飞了？开什么玩笑，你们到现在的表现还没让我满足呢，我还没看到你们绝望的表情。突然一道声音从他背后传来，将军，不忙动手，可不能就这么让他们便宜死了。男人扭头一看，竟是枪斗曹，这群傻帽一直守护的不过是这个魔猿，我把他带来给您了，请您让我加入人族军队。但人族将领也不是傻子，他凭什么相信他？说着将刀架在枪斗曹的脖子上。枪斗曹自信一笑，我们枪氏一族是云国世世代代魔猿的守护者，从第一任魔王柳云统一整个魔族大陆之初，我的祖先就是他身边最信任的开国元帅。而每一任魔王身边都有3位魔将，一个擅长法术和治国，一个擅长军事和战斗，唯有我枪氏一族不用强大的法术或战斗力就能稳坐一个魔将之位，靠的就是这个魔猿。这足以显示我的诚信了吧？因为当年柳云留下的魔猿存储了我们开国元帅枪龙的血，唯有我们枪氏一族才能开启魔猿，或将魔猿赐予他人。男人闻言也来了兴趣，魔猿他听说过，它是集齐了整个魔族气运及精神力的巨大能量体，每一个魔猿都需要一个上古魔王的魔晶加上数代人的淬炼，一颗顶级魔猿的诞生至少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。如此强大的东西，你就这么拱手送给我？你特么以为我是傻子吗？看着杀气腾腾的男人，枪斗曹有些心虚，还怕他一言不合就把自己砍了。他颤抖着身体，对不起，由于太过害怕，魔猿都掉落在地上，接着就大哭起来。我只是想活命，我太弱了，既没有强大的魔力，也没有强大的身体素质，甚至像我这样弱小的身体，光驱动这个魔猿都会搭上性命。柳冰一见状彻底绝望，枪叔，你疯了吗？那个人刚才杀死了那么多我们的族人，你怎么可以背叛族群，向人类摇尾乞怜？他可是亲手砍下了你亲弟弟头颅的仇人，你心里就没有一点骨气吗？男人闻言若有所思，他就觉得枪斗曹有些面熟，用脚踩在胖子的头上，这个胖子是你弟弟吗？接着像踢皮球一样把他踢了出去，直到胖子的头颅滚到枪斗曹面前，他表情变得诡异起来。活该，他就是活该，谁让他去招惹比他强大的人？明明知道我们不是人类的对手，就不应该发起这场战争，毕竟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难道不是吗？只有傻子才会去反抗。男人闻言哈哈哈大笑，尿都差点笑漏了，把这样的东西交给你这样的人才是明智之举。男人呵呵一笑，将魔猿抓在手中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笑纳了。此时枪斗曹的眼瞳布满了血丝，随即就咬破了手指。诸位，保护好魔尊。作为几十年的老哥们秒懂，立马施展花束，绝对防御。柳冰怡和霍吴军都懵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不是叛国了吗？随即一个防护罩就将4人罩住。此时枪斗曹的手指已经开始飙血，魔猿启动。男人闻言一惊，急忙将手中的魔猿扔掉，接着魔猿的8个面就开始光芒四射。男人瞬间吓尿了，
这什么鬼情况？随即他就被耀眼的光芒吞噬。我们枪氏一族啊，一直在等待这一刻，毕竟这是只有我能做的事，世世代代受到魔族的恩惠，我们一族无以为报。从远处看，市中心突然出现一个耀眼的白色光球，强烈的能量风暴绕过卫民施展的防护罩，无数宣泄的能量开始朝着四周席卷而去，被击中的士兵瞬间化成粒子，士兵们根本就没有反应的时间。城墙处的魔族也是大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随即他们看到了一个冲天而起的蘑菇云，接着空中就是电闪雷鸣，还下起了雨。而在爆炸中心，随着浓烟消散，一个跪着的身躯逐渐浮现，枪斗曹则全身燃起火焰，流着一口气的他全身焦黑，他表示这已经是他的全力了，可即便如此，也只能发挥出魔元1%的力量。霍暗四人由于有卫民的保护，也躲过了一劫。枪斗曹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，他觉得好不甘心啊！可下一秒，爆炸中心出现一条 S 级的雷龙，直接用翅膀将男人护得死死。这也是他的 S 级技能，绝对防御，可在半分钟内阻挡任何伤害。接着就是一声龙吼，男人完好无损的出现。你做了最错误的选择，在不知道对手底牌之前，就自己先明牌使用王炸，是我见过最愚蠢的打法。接着他就缓缓走向枪斗曹，枪斗曹拼尽最后一丝力量想要去抓魔元，突然一道金色的雷电击在魔元上，下一秒就直接到了男人的手里。准备好承担后果了吗？枪斗曹真的不甘心，他已经尽力了。下跪了，下跪了！明知道敌人在玩弄自己，霍无君父子还是乖乖下跪了。男人在弄死枪斗曹后，他也没想到这次出来还能搞到一颗魔元，这里不愧是诞生过魔王的地方。收起魔元后，他就要实施计划了。他让刚才保护他的魔龙去做，可魔龙并没有动作。怎么对同类下不去手吗？突然，一个金属蜘蛛就潜入魔龙的身体，魔龙顿时发出痛苦的咆哮，眼睛血红的看向霍无君他们。魏明急忙施展技能与之对抗，他一定要保护好柳冰怡他们。男人见状不乐意了，这是和他过不去啊！随即就化作一道闪电，下一秒，魏明就口吐鲜血，一只手掌穿透了他的胸膛，身后传来一道冰冷刺骨的声音：“我来教教你吧，什么是战争。”霍暗反应最快，立马展开攻势，可却被男人轻松化解。接着就使用黑科技审判之眼，霍暗的战力数据一下就出现在他眼前：1484的力量，1456的体力。虽然不高，但这已经是你引以为傲的数据了吧？那么就先废了你的力量。手臂的变形让霍暗惨叫连连。突然，几朵花瓣飞向他，竟是霍无君袭来，可惜他却扑了个空。男人化作闪电消失在他面前。霍无君大惊，审判之眼启动。霍无君竟然有2项数据超过2700多，还具有魔王的潜力。男人呵呵一笑，可惜了，擅长速度型的恶魔吗？2700多的确算可以了，你已经是这个云国最快的恶魔了吧？只见男人大腿一抬，霍无君顿时被踢飞出去，嘴里鲜血狂喷，接着重重的砸在地上。下一秒，男人就一脚踩在他身上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废了你的速度。骨头的折断让霍无君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嚎。你不会以为蝼蚁真的能撼动大树吧？我的每一项数据都吊打你们，你们拿什么和我斗？下一秒，霍无君就瞪大了眼睛，只见密密麻麻的男人身影将他们包围。这竟是神魔世界版的影分身，只要雷电充足的情况下，就能源源不断的制造出雷电分身。每个分身都拥有和本体一样的感知和实力，本体可以在任意一个分身之间穿梭。魏明见状彻底绝望，柳冰怡更是像小蚂蚁一样被捏在手里。男人则发出灵魂拷问：我时常在想，你们明明那么弱小，为什么还要存活于世？经过他童年的残忍经历，男人知道了，他们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取悦他。不得不说，男人不仅变态，心灵还很扭曲。柳冰怡也是心如死灰，接着就被男人踹了一脚。霍暗说这次是他们输了，但他并不怕死，能和大家一起死也算是一种幸运。不愧是护国魔将，都这样了还站得笔直，好一腔傲骨。但是你就这样放弃就不好玩了。说着他转头盯上霍无君，一把拽住他的头发：这是你的儿子吧？霍暗见状大惊，男人露出恶魔般的笑容，表示可以留他一条小命，条件就是只要霍暗跪下来求他。霍暗闻言咬紧了牙关，霍无君宁愿死也不要父亲受辱。男人提醒霍暗这是他唯一的机会，想好再做决定。扑通一声，霍暗自挺挺地跪了下来，请你言出必行。霍无君见状都傻了，男人转头看向霍无君，嘴里发出变态的笑声：你呢？想不想救你爹？你也有同样的机会。霍无君咆哮着让他有多远滚多远，可下一秒，男人就一剑刺在霍暗身上，并开始倒计时，一下接着一下。霍无君哭了，就在男人数到70，霍无君再也忍受不住，一下就跪了下来，泪珠大颗大颗的滴落。求你住手吧！柳冰怡在后面看着这一幕，泪水也止不住往下流。还有谁能来救救他们？救救云国！她明明是高高在上的魔族女王，如今却连同臣子成了诱饵，任凭男人折磨也无法反抗。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霍暗父子被男人玩弄。哎呀，现在你们2个都跪下了，这让我很难办啊！究竟放谁走呢？霍暗闻言心脏急速跳动，主动冲向男人的剑。他这是要用自己的死换取霍无君一线生机。霍无君彻底破防，他没想到霍暗会这么做。放走无君！男人闻言不乐意了，这老登几个意思？谁允许你自己冲上来的？你犯规了！接着就拔出长剑，我决定收回承诺。这个狗东西果然是在玩他们。现在我宣布，他话还未说完，愤怒的霍无君就冲向他，可惜被男人轻松刺中。下一个游戏开始，柳冰怡见状大喊一声，接着镜头给了他们一个特写。
魏明和他都只能流着泪干看着，他们弱到什么都做不了。下一男人就将铁链插入地下，而柳冰怡他们则像死狗一样被吊了起来。男人此时犹如一把没有感情的兵器，不是变态的兵器。他想到了小时候的杰作，各种小动物挂了一墙，这样才能体现他的强大。此时霍无君又挨了一剑，嘴里发出惨嚎，他看起来奄奄一息。男人露出变态的笑容，放心，我会避开要害，看你能支撑住几招。他这是要凌迟啊！随即转头看向魔龙，喂，你过来。魔龙由于被控制，只能低下高贵的头颅，准备进行最终的庆典吧。呼叫暴力副队长，你们应该已经玩得差不多了吧？通知全军动手。突然他眼神一凝，耳机另一头传来别的声音，妈的，你真是翅膀硬了，竟敢谋反！你是谁？暴力，暴力呢？暴力在哪？男人显然有些慌了。接着他背后传来一道声音，暴力在这。男人急忙转头看去，竟是下线1个多月的主角甘乐我，他身上穿的是 S 级魔王杀戮套装。事情始末我已经大概了解，没想到你为了夺权，竟然能做出这么畜生的事。甘乐我的指骨都快捏断了，看着地上的尸体，甘乐我的脸黑成了锅底，都是我害了他们。没想到男人竟是坐在魔龙的头顶上的。他闻言一脸懵逼，什么跟什么？谋反？有没有搞错？我这是征战。甘乐我还在自言自语，我应该早想到的，畜生永远都只是个畜生，你犯下的罪，不管哪一项都足以凌迟。男人已经麻了，又来一砸碎，直接杀死。接着他就从魔龙头上消失，瞬间就来到甘乐沃跟前，脸上再次绽放出变态的笑容。可迎接他的却是一记重拳，这可将他打懵了，这得多大的力量？甘乐沃并没有停手，直接将他按在地上摩擦。男人被打的脑袋都短路了，这家伙什么情况？甘乐沃俯视着他，先从哪一项开始呢？政变谋反、奸淫妇女、虐待俘虏、残害队友，你说从哪一项开始行刑呢？男人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胡话，毕竟甘乐沃此时正骑在他身上虐他。暴力觉得甘乐沃很不对劲，这个恶魔和其他的恶魔不一样，从刚见面开始，他就好像很关心人类的事情。男人怎么也没想到，拥有压倒性力量的他，在甘乐沃面前却毫无还手之力，这可能是他的报应。给新婚之夜的战友兼上司下毒，还当着上司的面让好几个壮汉活活将新娘糟蹋致死，最后将上司凌迟，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陷害他们的队长杀疯了，然后继承他的一切，包括武器和战宠。就在不久前，暴力正准备预成好事，对着恶魔少妇撅起了2.8米的大嘴，还制作出2个冰盔将女人的儿子看住。他要在恶魔小孩面前展示一下什么叫真男人，可见他的内心有多么变态。女人此时心已经凉透了，可他毫无办法。就在这时，暴力的冰盔突然炸碎，甘乐沃一拳成功救下了孩子。暴力见好事被打扰，顿时不爽起来，既然你那么不长眼，那就尝尝这个吧。下一秒，一个巨大的 A 级冰盔就出现在甘乐沃面前，这次用1半的血制造出来的冰盔拥有我1半的实力，足够让你……他话还没说完，甘乐沃已经挥动了拳头，技能云之蓝发动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冰盔直接被秒了。暴力瞪大了狗眼，直呼不可能，这不科学。但迎接他的就是一记60公分的大逼斗，暴力像风车一样翻滚出去，随即进入濒死状态。系统奖励甘乐沃50万经验，他的等级也升到了12级，获得12点加成。他现在有132点没有分配，获得魔王的王者12礼包。获得新技能，是否装配？新的 S 级技能解锁，复制，可以将此技能替换成你所击败的任意对手技能，且不受元素影响。看着只剩一口气的暴力，现在该揭晓一下真相了。我的军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551军队的原本队长是沙风辽，副队长文华。就在半个月前，副队长在营帐外摆了订婚宴，我们就是在那天行动的。那天队长沙风辽没有出席，刚好给了我们绝佳的机会。趁着大家酒后，我和辛继彪偷偷溜进副队长的营帐，逼迫他跟我们一起向工会团举报队长收受邻国贿赂，企图叛国。那些东西我都已经放在他房间里了，只要你跟我一起举报，他就会被带走调查。你当队长，我当副队长，这次云国的战功就属于我们的了。你们疯了吧？这可是正点，这种玩笑也敢开？可那家伙脑子一根筋，怎么都不肯出卖沙风辽。你不会以为我是找你商量的吧？新娘见状大惊，你想清楚，今天可是你们订婚宴啊！放开他，我杀了你们2个！突然他的浑身散发出紫气，下一秒他就开始不断咳血。你喝的酒里面掺了那么多药都没有察觉，不要继续犯蠢了。我再问你一次，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把沙风辽拉下马？滚你特么的！最终文华也没有屈服，他跟他的女人一直被我们折腾到死的那一刻，他都没说一句沙风辽的坏话。我们在现场留下了沙风辽的匕首，然后制造出动静。等其他人赶来时，我刚到时，文华只剩下最后一口气。沙风辽谋反的事被文华发现了，一定是狗急跳墙。就这样，这个漏洞百出的局就成了。博主感觉智商被侮辱了。辛继彪将所有罪名都推在沙风辽身上，然后带着军队直接杀到沙风辽的大本营，准备先斩后奏。不过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沙风辽并不在营帐中，他逃得很匆忙，一定是畏罪潜逃，就连他随身携带的武器都落在了营帐。然后辛继彪就以沙风辽谋反未遂，情急之下奸淫队友妻子并杀死队友，以此他向神请求发出最高通缉令。沙风辽因此成了军队的罪人，而他的武器也被辛继彪占有。
顺理成章，军队战前临时更换首领，辛继彪在他父亲的运作下成功当上最高统帅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对人族的事这么感兴趣？其他人呢？难道没有质疑发生了什么？哈哈哈！你说那批脑残粉，当然是随便找个理由嘎了，真是搞不懂，都什么时代了，还有人搞愚忠这一套？军队中重要的难道是对错真相吗？我该说的都说完了，你可以放我下来了吧？只要你放我下来，我可以好好说服新队长留你一命。下一秒，甘乐沃直接帮他找了一份宫里的工作，没收了他的作案工具。暴力发出一连串惨嚎，剧烈的疼痛让他眼睛充血。啊！你这疯子在做什么？不，我的宝贝，你特么的，快帮我接回来！就在这时，一个魔族女人找了过来。甘将军，这是您送给魏明将军的战斗服，他一直给您留着。他这次预测到云国有大危机，让我一直在地窖里等您，请您带上装备离开云国，逃得越远越好。他说，也许您才是魔族最后的希望，所以一定不能在这场战斗中死去。我刚接到了魏明将军的魔法传讯，他应该遭遇到不测了。甘乐沃直接穿上 S 级杀戮王者套装，炎魔面甲。元素力加50%，所有抗性加 10%， 天魔鳞甲，体力加50%，可挡一次致命伤，有 25% 的反伤效果。天魔武器，力量加50%，吸血加 20%， 技能天魔变，可以改变身上所有服饰的形态。风魔战靴，速度加 50%， 所有受到的物理伤害降低 20%。随即他就用天魔幻变将服饰改变成普通状态，一把揪住暴力的头发，像拎死狗一样将他拖着。甘将军，你走错方向了，城门在那边，你快离开这里吧。我可不会当逃兵，带我去找辛继彪。你这疯子，以为打得过新队长吗？他会把你锤成肉泥的。傻逼魔族！男人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拥有万千分身的他竟然守不住几个阶下球，而对手只有一个人，但他也有类似的能力，还是从男人队友身上复制的，这让暴力无比震惊。甘乐沃一脚踏下，辛继彪的一个分身就报废。暴力搞不懂甘乐沃为什么那么关心人类的事，这家伙究竟是谁？战斗力如此的恐怖，要知道队长的分身也是和队长拥有相同的实力。辛继彪发动高科技，他倒要看看对方属性到底怎么样。A 加级精英恶魔，也就力量4100多，其他的很拉垮。辛继彪呵呵一笑，对方速度只有他的一半，还是个普通精英级恶魔。接着就发动几个雷影分身朝甘乐沃扑去。从他的数值来看，刚刚他能反应过来，完全是运气好罢了，但好运可不会一直眷顾他。下一秒，几个分身就来到他身后，甘乐沃只是一拳，几个分身都被扫中，随即飞出50米砸在地上。不对劲，他的数值明明不可能比我快的，这个魔族究竟怎么回事？这回辛继彪的世界观快崩了。甘乐沃说接下来轮到他了，怕死的辛继彪已经躲到了魔龙身后，他的力量数据不可能打得过我，我的复制体几乎和我有一样的属性，而对方唯一不能被探查到的就是机遇值。到底是什么地方出现了差错？自己的面板显示怎么看都是碾压对方，但现在被吊打的却是自己。自己拿上武器的加成力量有5400多，足足高了对方1300多，速度更是比对方高2000多。无论怎么对比，被吊打的都是他才对。不行，再试试看。随即就摆好出击的架势，雷光一闪，一个瞬移来到甘乐沃脑后。他这是要搞偷袭，可惜甘乐沃比他更快，一拳锤在他头上，随即就按在地上一顿胖揍。辛继彪本体躲藏在魔龙身后，太不正常了，他到底隐藏了什么属性？你还是那么依赖那个破数据啊？从甘乐沃角色面板得知，因他有魔王王者的称号，所有属性获得额外3倍加成，且不可被察觉，所以他的实际属性光力量就在16000左右，而速度起码也在5600左右。辛继彪的3700不被吊打才怪！不要以为你什么都能看见。此时空中雷雨交加，辛继彪咆哮起来：“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”一下抖。他话还没说完，沙包大的拳头将他打变了形，他的分身成了甘乐沃发泄的沙包，直至重重的砸在地上。甘乐沃此时看起来无比的平静，但在平静之下隐藏的是狂风暴雨。辛继彪再次派出一个拿武器的雷影分身，你的速度总不能一直这么快吧？哪知下一秒，甘乐沃就出现在分身背后，这让他无比震惊。接着他又被打飞出去，辛继彪无比的憋屈，看来不能和他正面对抗。不管你有什么秘密，终归是个魔尊的手下吧。他竟然打算挟持人质逼甘乐沃就范。喂，你们老大可在我手里！说着一把捏住柳冰怡的脖子。霍无军对这货很是鄙视，遇到打不过的人，就只会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了。辛继彪闻言脸色有些难看，他也是要面子的，但他还是用铁链勒住柳冰怡的脖子。甘乐沃觉得这家伙死10000次都不足以赎罪，还真是老掉牙的剧情。辛继彪内心十分害怕，将他欺软怕硬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你再往前一步，他们都得死。说着，霍无军的铁链也被拉了起来，嘴里发出咯咯咯的声音，眼看两人就要窒息而死。辛继彪嘴角浮现变态的笑容，来呀，你不是很有能耐吗？话落，他继续拉动铁链，就算你速度再快，也只有你一个人，你要敢冲过来就一个，我立马杀了另一个。他觉得自己吃定了甘乐沃，怎么样？你会怎么选？甘乐沃颤抖着手，拳头上的水珠滴落而下，接着一个箭步冲了出去。辛继彪直接吓尿了，马德，他真敢冲上来！霍无军让他去救魔尊。此时甘乐沃伸出2根手指，扑哧一下，直接插入辛继彪的一个分身眼里。霍无军怎么也没想到，甘乐沃竟然最先救他，被插眼的分身瞬间倒飞出去，重重的砸在地上。你为什么救我？魔尊怎么办？下一秒，画风立变，谁说我只救一个？
此时柳冰衣已被一个冰魁救下，而星际镖的分身被穿在冰魁的冰刀上，接着咔咔几刀就把分身砍碎。放心，把他们都救下来了，刀气也顺势把铁链砍断。暴力震惊了，冰魁怎么可能？这特么不是老子的独有技能吗？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这技能的？这特么不科学，他怎么可能会学会？此时星际镖的分身已经出现在冰魁的头顶，看样子是准备一刀秒了。但下一秒，冰魁一拳锤在分身头上。忘了告诉你，这个冰魁的实力跟我一样强。原来就在暴力只剩一口气时，甘乐沃在考虑复制他的哪一个技能比较好。看现在的战果，看来是复制对了。暴力才明白过来，自己的技能被甘乐沃复制了。血之冰魁是他在魔窟中偶然获得的暗黑云系技能，尽管十分强大，但却有2个致命弱点。第一就是要消耗自己的血量，第二就是一定需要水元素的存在才能发动。而冰魁的实力直接与消耗的血量挂钩，他刚说实力跟他一样，也就是耗尽了血量才制造出这个冰魁。换句话说，甘乐沃现在就是个脆皮。队长，不要打冰魁了，快打他本体，他用了我的技能，所以说他现在是最虚弱的时候。原来如此，都是虚张声势，只要打到一下你就死定了。星际镖觉得他又行了，甘乐沃则丝毫没有在意，唰的一下，一个分身袭向甘乐沃，不知是速度太快还是其他，甘乐沃直接被贯穿。男人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明明拥有无数强大分身，却被甘乐沃当沙包一样打，只因分身受到的伤害和疼痛都会传到本体。甘乐沃正是明白这一点，不去找他的本体，而是从他的一个个分身开始虐杀。他要将星际镖凌迟千百遍。就在刚刚，星际镖终于得手，他以为这次甘乐沃死定了，自己赌赢了。可下一秒，身后传来一个不和谐的声音：继续！星际镖脸都变形了。哪里？什么情况？他应该濒死才对，自己刚刚明明击中他了。再来，又是5、6个分身冲向甘乐沃，可惜星际镖太菜，暴击都才打出300的血量，甚至还有100的，这对甘乐沃来说就是刮痧。还有吗？星际镖觉得不对劲，审判之眼再次发动。怎么可能？他的血量怎么是满的？这个恶魔不光数值不对劲，他的气质也透着一股诡异。星际镖，你的招数已经全部用完了吗？说着，他的手中就幻化出一把蓝黑色的长剑，一看就很恐怖。星际镖都快哭了，跑！现在的我会被他撕烂的。接着他就画着一道雷光逃遁，看着空中闪烁的雷电，看来老天都好像站在我这边。足够的雷电可以让我制造出更多的复制体，只要自己藏在分身中，他一个人不可能杀得过。甘乐沃划破自己的手掌，血之冰魁发动，被动技能回速发动，这几个就交给你照料了。一个巨大的冰魁就守护在柳冰怡他们身边。从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，我就应该意识到的，他一直在关心人类的问题，而且对我和星际镖的技能那么了解，甚至对技能的理解程度都远超我们。他根本就不是魔族。雷雨天可不只有雷哦，还有用不完的水。下一秒，更多的冰魁就出现，而且你的每个数值都在我之下。如果有这么多我的话，你将如何应对？两方复制体迅速对峙在一起，星际镖更加愤怒了，你怎么还不出手？下一秒，甘乐沃动了，天魔幻变发动，长剑变成纸虎，狠狠地砸在星际镖的一个分身上。我很快就会结束这场战争。星际镖本体觉得现在绝不能和他硬碰硬，自己没有丝毫胜算，而且自己已经大致看出了他的能力，极强的恢复力，但受到攻击依旧会掉血。他并不是什么不死之身，乐视 3S 级武器，能够储存能量，而且有无视防御的能力。如果自己把它蓄满能量，一定可以做到一击秒杀。乐目前和我绑定，能跟着本体走，只要拖住一段时间。但下一秒，一个冰魁出现在他身后，冰刀直接刺穿了他的胸膛，这可将星际镖吓尿了，身上雷光闪动，本体直接向其他分身转移。我能在复制体之间瞬间转移，你永远杀不死我。暴力像是看到了希望，原来如此。队长利用雷电不停地制造分身，并在分身之间穿梭，只要他不主动出现，对方就永远杀不死他。而冰魁的存在也有时间限制，对方血量再怎么超标，也不可能无限复制冰魁，你还是会败给队长的，你永远都杀不死队长。甘乐沃勒住一个分身的脖子，手上的力道逐渐加大。谁说我要杀死他了？我说过吧，他犯下的每一项罪都该被凌迟。星际镖听得内心发寒，又想到了小时候的变态行为。你可不要就这样死了呀！你死了我就没得玩了，还真是因果报应。现在的他就像那只小动物，你的每个复制体都是你的一部分，每个复制体遭受的痛苦都会传递到你身上，对吧？星际镖大惊，这家伙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政变谋反、奸淫妇女、虐待俘虏、残害队友，无论哪一项，不是你死就能解决的。话音刚落，复制体的头颅就被扯了下来，星际镖本体惨叫一声，好痛！还不等他反应，另一个分身直接被冰魁撕成2半，接着又是一个被斩成2截。你也应该好好体会一下那些被你残害人的痛苦。暴力也才后知后觉，甘乐沃根本就没有打算直接杀死星际镖，他只想虐杀他。星际镖额头青筋暴起，国粹脱口而出：坚持住，坚持住！我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都注进去，马上就能充满能量，马上就能充满能量。他表面看似一只人畜无害的兔子，实则是条吹口气就能毁灭城市的恐怖魔龙，可如今却被一个人类无情的控制。魔龙原本在树林里快乐的玩耍，却突然发现有坏人打他的主意。看到刚刚那只雷龙了吗？可惜让他跑掉了，殊不知雷龙正在树上偷偷瞄着他们。小样的，还想抓我？哪知他才转身，心脏都快吓飞出来了。
此时年少的沙风辽正坐在树杈上吃薯片，雷龙顿时呲牙咧嘴，看样子就要发动攻击。沙风辽像没看见他一样，继续掏着薯片，接着就递给他，你要吗？这可把雷龙整不会了。最近人魔又为了抢夺魔晶爆发战乱了，很多人吃不上饭了。没想他小小年纪就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，我也想战争快点结束。就这样，一人一龙成了朋友。星际标此时面容扭曲，这可是 SSS 武器，只要一刀下去，看着武器上缠绕着的雷光，星际标又猖狂的大笑起来。这一刀，整个魔族都会消失，而甘乐沃就静静的站在他对面，两人对峙着。旁边的雷龙也静静的看着这一切。只见甘乐沃五指一张，回归。此时的他帅呆了，星际标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还在疯狂的大笑。可下一秒，他手中的武器开始解体，这让星际标猝不及防，随着手柄落入甘乐沃手中，甘乐沃气质再次提升一个台阶，物归原主。星际标见状都懵逼了，怎么可能？明明我已经绑定了呀！谢谢你帮我把乐的能量充满。接着甘乐沃就提着乐缓缓地走向星际标，只见他缓缓地举起右手，乐逐暗见刚，只是轻轻一击，星际标的分身就像是卷入了龙卷风，一个个的开始解体。伴随着一声轰响，一个巨大的能量球就出现。不一会，乌云散去，天空开始放晴。我就知道是你。魔龙也俯下身来，你回来了。这就是他的真正伙伴沙风辽。两个身影逐渐重合在一起，星际标的分身表情各异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消散。毕竟乌云和雷电消失了，星际标跪在冰魁的包围圈内。此时他的内心是绝望疑惑的，他无论如何都想不通，好好的一切怎么一下就逆转成这样。甘乐沃俯视着他，战争该结束了。突然，雷龙发出一声痛苦的咆哮，竟是脖子上的装置在强行控制他。他痛苦地扭动着，可星际标威胁让他挡住甘乐沃。甘乐沃眼神冰冷，要知道吉塔可是和他一起成长的伙伴，一人一龙度过了多年的美好时光。沙风辽还让他像狗一样去叼东西，吉塔头都摇成了拨浪鼓。沙风辽年轻时挺皮的，最终他妥协了，毕竟吉塔是他最好的伙伴。但吉塔对他前面的无理有些生气。画面回到现实，现在没雷电了，你的能量也几乎耗尽，你已经无处可逃。他星际标怎么可能认命？不，雷龙的速度数据接近1万，你不可能追得上。她是高高在上的人族公主，却将男友赤身裸体的装在玻璃罐子里，只为能每天欣赏到他完美的身材。殊不知男人的灵魂已经出现在一个魔族将军身上。此时他正在审判自己的人族部下，但星际标怎么可能乖乖认命？他捏着遥控引爆器，随时都可以按下。快带我走，不然我让你爆掉！雷龙又发出一声惨嚎，剧烈的疼痛让他泪水直流。甘乐沃怒不可遏，吉塔，星际标这个混账竟然给吉塔装上了内爆装置，畜生啊！快起飞！星际标此时内心害怕极了，眼看他就要逃离，暴力也急了，喂，你带上我呀！可此时星际标一心逃命，哪还有心思管他？唰的一声，雷龙吉塔起飞，眼看离甘乐沃他们越来越远，星际标顿时放心不少。哼，区区垃圾魔族罢了，我可不会在这里栽跟头。这趟过来还拿到了魔元，魏明有些不解，甘将军刚刚的速度应该追得上才对，可甘乐沃愣是没有任何动作。霍无君觉得他应该是在顾虑什么东西，甘乐沃也不好受，牙齿都快咬碎了。难道就真的只能放他走了吗？就算他有强大的武力，也只能看着对方大摇大摆的离去。突然，他脑中出现一个声音：我相信你，是你的话，不用有任何顾虑的。这竟是吉塔的声音。此时吉塔载着星际标还在急速上升，星际标总觉得不对劲，下一秒他就被高高抛起。雷龙则张开了巨口，星际标吓得哇哇大叫：啊，你做什么？咔嚓一声，雷龙一口咬在他腰上。你找死吗？接着他就一个转身，俯冲向地面，还提醒甘乐沃，接下来轮到你了。甘乐沃早已经摆好攻击架势，眉头都皱成了川字。此时他已经把大刀扬了起来。星际标知道自己死定了，那你就别怪我，让你自爆了。自爆程序启动，很快自爆进度就来到了 90%。甘乐沃眼神一凝，大刀已经放到了他身后，在自爆进度来到 99.5%时，一道白光闪过，雷龙吉塔身上的控制装置被粉碎，伴随着一声巨响，雷龙安全地落在地上，地面扬起大量灰尘。霍无君几人静静地看着，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操作。暴力说话都结巴起来，又断了。待到烟尘散去，甘乐沃的身影缓缓出现，星际标倒在地上不断咳血，整个战场只能听见甘乐沃哒哒的脚步声。放过我！喂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一定要赶尽杀绝？你从背叛我的那一刻起，就应该想到现在的结局了吧？背叛什么？星际标被这句话干懵了，什么意思？背叛谁了？此时甘乐沃的身形逐渐与沙风辽的重合在一起，见到文华，记得好好给他下跪认错。星际标闻言无比的震撼，是你，沙风辽。他话音刚落，一道能量光就闪过他的身体，政变谋反，奸淫妇女，虐待俘虏，残害队友，每说一项罪名他都会被砍一刀。此时星际标已经被切成了豆腐块，但这还没有完，甘乐沃又高高举起了武器，窃我装备，欺我吉塔，无情无义，无上无下。星际标就像一个桃人一样，全身布满裂纹。醒醒！接下来甘乐沃又是一顿输出，直到将他切碎。这恐怖的一幕让暴力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，果然没错，这个恶魔就是我们的队长沙风辽。他从来都没有当过逃兵。此时甘乐沃浑身金光缭绕，系统提示音此时响起，成功击杀 S01 级人族 BOSS。
完成魔族守护任务，历史发生偏移，成功获得经验220万，升级4级，等级提升至 A16，进入可进阶状态。画面一转，一个逆天长腿美女出现在玻璃容器前，而里面泡着一个人，竟是沙风辽。你的武器、你的装备、你的龙都已经回到你身边了吧？现在只剩下你的女人了。和平时期，他是人人喊打的缅北嘎腰子集团老大；战争时期，他却是可以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付出生命。哥哥知道前因后果后流下激动的泪水，弟弟终于做了一件人事，没为家族丢脸。与此同时，人族一处山野别墅，急报，军队前线传来消息，21军团511编队大败，星际彪将军牺牲了。钓鱼老教星城，神之军团的射手，星际彪的父亲，有尸体吗？没能带回来。这样啊，那就安排一口空关国葬吧。通告全世界，我星城的长子是光荣死在了战场上。上钩了，快帮我一起。他没看见的是，他身后一双手正在不停地颤动，竟是个满身伤疤的男人，看样子像是改造人。他是星际彪的弟弟星灵 SS 级法师，哥，云国魔族全部杀光。听他的口气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神呢。连沙风辽都不敢用这种口气说话。一座华丽的城堡内，这里是魔族封国的王宫。只见台下之人开口说道：“联盟大会的函件已经送来3天了，请问尊上决定好人选了吗？”国王叹了一口气，这联盟大会就像对我等小国的公开侮辱一样。作为联盟国的一员，又不能不参与。我们国家连 A 加级恶魔都凑不出几个，都是我国宝贵人才。这大会这么危险，每次去参赛的人都没几个能活着回来。使者再次催促：“尊上，决定好人选了吗？再给我2天吧，我再去。”接着国王就发出一声惨叫：“我们来帮你做决定吧。”此时的云国柳冰仪照样收到了一封联盟大会的邀请函。使者也没想到，这几天云国遭受了这么大的冲击，而战争已经结束，但燕国的支援部队还没到。柳冰仪现在也是满身是伤，但还是对燕国的支援表示了感谢，还请柳尊上好好休息，尽快答复我们参加本届联盟大会的人选。这可是整个魔族最盛大的节目。云国现在正处于战后重建，各个地方都在加紧钩子干活，就连5岁的孩子也在帮忙。只要你有能力，重建家园的热情在他们身上闪闪发光。此时小孩已经累得气喘吁吁。天笑，休息会吧，枪将军来看你了。枪斗曹竟然没死，此时他馋得跟个木乃伊一样，没想到修复云都竟然还要动用到这么小的童工。天笑向他行了一礼：“应该的，谢谢你把自己的另一颗心脏移植给我妈妈。”本来那颗心脏也是因为大爆炸在我体内停跳，恰巧适配你妈妈而已。况且这本就是我内部争气的弟弟欠你的。人类之中有好人坏人，魔族之间也有好恶魔和坏恶魔，为恶者终将会遭报应。就比如此时的暴力，求求你们放了我，我以后不会再来魔族了。他可能是被吓傻了，还梦想着以后。接着几只魔兽就走向他，吓得他连连后退。不要啊！很快他就被几只魔兽分尸。行善者方能善终，这是我们枪氏一族的信条。我弟生前违背了信条，死掉也没什么可惜的。不是这样的。枪斗曹闻言一惊，你的弟弟以前确实可怕，但当人族突然攻进城，他不顾自己刚做完手术的身体。臭小子，快点带着我和你妈妈逃，老子的心脏可不能浪费了。但不幸的是遇到了那个人族统领。小子，心脏你拿着，带着你妈妈先走，这家伙交给我来拖住。你弟弟是为了保护我和我妈妈而死的，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枪斗曹闻言再次震惊了，是吗？那就是自己的弟弟，他真的长大了。是哥哥没有理解你啊。接着他的泪水就夺眶而出，你小子还是跟小时候一样。此时甘乐沃正站在吉塔的头顶，他眺望着远方。魔猿可是我们云国这200年最重要的护国能源，而你是我们目前最强大的魔族，魔族的希望。说话的竟是魏敏。我们3大魔将和魔尊一致决定，这东西只可交给甘将军你。他不但拥有让你进阶 S 级的能力，还可以给你带来极其强大的技能，甚至省吧，这么大的能源用来重建你们云国不是很好吗？甘乐沃竟然直接拒绝了。我准备离开云国了。魏明闻言直接跳了起来。什么？你在开玩笑吗？这刚刚甘乐沃也很无奈，再这样下去就真的没有人能杀得了他了。我必须赶紧找到变回人族的方法。人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，娜不知道现在怎么样，有没有危险？我是人族，他们是魔族。想到那一个个面孔，甘乐沃还是觉得不能和他们有交集，更不能产生感情。而且自己要被杀后变回人族这件事，这些魔族是不会理解，也不会帮我。放心，好公主暂时没有危险，我也会陪着你。甘乐沃闻言一笑，还好有你。怎么样，想好去哪里了吗？眼看吉塔起飞，魏明急了，甘将军，你这是要去哪？霍无君怎么也没想到，拯救整个云国的英雄，身体里的灵魂竟是个人族，这让他又爱又恨，恨不得立刻杀了他，可他又杀不了，他一定要搞清楚甘乐沃的真实身份。霍无君坐在床上，眼神有些忧伤。他们说另一个义肢什么时候送来了吗？霍暗此时静静地躺在病床上。这也是今日你第3次问我这个问题了，你有什么心事吗？跟他有关。知子莫若父。霍无君并没有回答，起身戴起斗篷。爸，你好好休息吧。自从第一次在朝堂上看到他开始，到魔窟他的所作所为，我早该意识到的，他根本就不是魔族，他是个……想到这，霍无君咬紧了牙关，他觉得自己真的好蠢，他是个可恨的，一直在寻死的人族。此时甘乐沃正在密林的一块巨石上发呆，只有你被杀死才能变回人类呢，自杀不行哦，没有其他办法了。你看吧，不论问多少次都是这个结果。
而且我现在的恢复力，自杀都很难死。如果能找到 S 级以上的魔王，也许能用一些特殊技能秒杀我。不过这种魔王，我以前只在那个魔塔遇到过，之后就再没遇到过。你快帮我想想办法，还有没有其他能让我赶紧被杀的法子？话这么说没错，但我怎么说也是你契约的魔兽，帮你想让你去死的法子，总觉得怪怪的。就在这时，甘乐沃头顶巨石松动，眼看就要砸下来，甘乐沃心中又燃起了一点希望。可下一秒，吉塔就一尾巴将他抽碎，甘乐沃都懵了。吉塔也很无辜，不好意思，遇到危险就情不自禁了。不行啊，你得控制住自己，不要再保护我了，把我丢到危险的境地。我会谨记的。你是要去找死？就在这时，一只怪兽扑向甘乐沃，可下一秒，一道能量光柱就贯穿了怪兽的身躯。抱歉，没事，慢慢来，慢慢来吧。竟是又是吉塔这个二货出手了。夜晚很快来临，甘乐沃烤了一只大腿，这可将他吃撑了，还打了一个饱嗝。他转头看向吉塔，你也回去充个电吧。乐原石能力，次元空间。接着天空就出现了一道裂缝，等天亮我们就向西面出发，试着找一找魔塔吧，说不定还有其他魔塔存在，目标很不明确呢。等吉塔进去后，空间裂缝也开始闭合，乐开始解体变成一个小方块。先不说西面有没有魔塔存在，即便有，那么里面有没有 S 级魔王也说不准啊。那怎么办？甘乐沃有点无奈，正好人族也在西面，我也想不到其他地方可去了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有人来了，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，也太不客气了吧。现在云国可正为获胜举办庆功宴呢，你这个最大功臣怎么就先走了？霍无君说话的同时可是将武器架在他脖子上的，但甘乐沃很淡定，那你怎么不去吃酒，跑出来干嘛？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来我们云国是什么目的？吉塔感受到霍无君很愤怒，但没有杀气。那些人类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你那么了解他们？还有雷龙为什么会跟着你？武器为什么会飞到你手上？还有你，此时的霍无君就是个好奇宝宝。因为我是人类，虽然早有猜测，但甘乐沃亲自承认还是让霍无君如遭雷击。甘乐沃直接拨开他的刀，可惜你现在杀不了我，不然死在你手上也是不错的。果然你在找死，一直以来你都在找死，挑衅我爹，跟我在魔窟里人族大战的时候一个人跳下去，你都是想被杀死。为什么？你是为什么？说着一把掐住甘乐沃的脖子，因为我死了才能变回人类，我原本是个人类，误入了这具魔族身体，必须被杀死才能回去。那你为什么要杀死那个人族队长？明明他的实力是可以杀死你的吧？你根本没有必要救我们不是吗？明明可以等他杀光我们，然后被他杀死，这样你不就可以回去了吗？你们人族军队可以获胜，你也可以回去，你根本没有帮助魔族的立场，不是吗？甘乐沃告诉他，这是无关立场，事关信念，我无法忍受这么明显的恶，继续下去。接着霍无君就松开了手掌，是人族不断侵略我们的疆域，害得我们生灵涂炭，是人族害死了我妈妈，所以我痛恨人族，人族都应该去死，你也应该去死，但我却希望你真的是个魔族。吉塔说他能感受到此时霍无君很受伤，希望甘乐沃去哄哄他。甘乐沃怎么可能听这个建议，直接从他身边走过。走了？你不跟他说什么了吗？我不应该和任何魔族产生关联，我们不能做朋友。1周之后联盟大会，甘乐沃闻言立马停住脚步，是我们魔族18个国家最重要的一场大会，是一场比武大会，每个国家需要派出2名恶魔出场，届时所有最强的魔族都会出现，不乏众多 S 级的恶魔参战。甘乐沃闻言钛合金狗眼一亮，如果你要被杀，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这是传说中1亿口的魔力西瓜，只要是路过的人，大叔都会邀请他吃一口，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尝试，只因尝过它的人都变成了焦炭。原来这是用魔田专门培养的西瓜，传说只要吃一口就能获得比肩魔王的力量，但它里面蕴含的能量过于庞大，相当于一颗小型核弹。但只有甘乐沃两眼放光的看着它，这可是传说中的水果呀！就在刚刚，霍无君说到联盟大会，甘乐沃顿时亮起了钛合金狗眼。如果你要被杀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虽然你在我们云国再无对手，但别小瞧整个恶魔族，那比武大会可以杀人吗？当然，为了各自的国家，参赛者都是视死如归的。甘乐沃见霍无君眼神真挚，似乎没有说谎。云国没有其他人愿意去送死，魔尊只能同意我们2个去参战。我可以帮你一起制定你的找死计划，但魔族的王者不能死于他人之手，最后一刀需要我来解决。甘乐沃闻言一脸贱笑，抓住霍无君的手，成交。而恶魔联盟是由18个大大小小的恶魔国所组成的联合帝国，据说全世界神秘力量都来自10个神秘区域，而目前的恶魔族手中掌握着第2区域。联盟大会的举办主要是2个目的，一方面召集所有国家的首领来进行联合会议，商讨未来的发展策略，让仅存的魔族团结起来；另一方面就是选出接下来的联合国领袖，而选举的方式就是通过3年1次的比武大会，这是最公平的计划。武力至上的世界，最终胜利国才能带领整个魔族。然而如今已变成了强国秀肌肉的舞台，所谓的18国联盟，实际上早已为了利益各自算计，没了所谓的团结和平。为了获得最后的胜利，他们会不择手段，派出最凶残的魔将。此时柳冰怡的情绪很低落，身为弱国的他们看不到一点希望。上一届参赛者36人，活下来的却只有5个。本届炎国、雨国、雷国这3大强国必定会派出强大的 S 级战士。之前我父皇派出的武士，没有一个能跟他活着回来的。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，我可以让你们俩撤回去，就说参赛者抱养。也许，可他话还没说完，甘乐沃2人就已经消失了，这让他一惊。到了，
这里就是燕国呀。上一世这个地方都没有机会见到，原以为只是个贫瘠的荒漠，没想到繁华的不要不要的。云国国都跟这里一比，简直就是个小县城。这里是燕国的都城白帝，柳冰仪也是感慨万千，几年没来，没想到白帝变化这么大。我们等下先去办理入住，今晚还有个酒会。在此期间，刚开始霍无君两人还好好的跟在他身后，可说着说着这俩货又消失了。柳冰仪都快破防了，喂，你们两个！甘乐沃来到一个水果摊前，这里竟然有这么多没见过的水果。霍无君冷哼一声，无知的人类，最后必然是我杀了你。霍无君则来到一家兵器铺，甘乐沃看着眼前的西瓜瞪大了眼睛，这种绿底黑条纹的瓜，我只在书上看到过，是传说中的水果呀。东边来的吧？是不是没见过这么高级的水果？这东西叫西瓜，想尝尝吗？这可是从摩田种植出来的，有瞬间恢复体力的功效。霍无君看着面前琳琅满目的武器，他顿时陷入了沉思，这些都是 A 加级的武器，他没想到随便一个路边店铺里就有量产。在云国甚至设置了专门的秘密武器库研制材，老板一脸标志性微笑，云国来的呀，比不上我们的大燕国是肯定的，不论国力、资源、经济还是国土面积，燕国各方面都要远胜于云国。你是来观看比武大会的吗？霍无君咧嘴一笑，我是来参赛的。此时一个小姐姐也正在观看武器，她是羽国的参赛者香菱，身形单薄，都没进阶呢，看来云国是真的没什么人才了。霍无君闻言青筋暴起，香菱大手一挥，帮我把这几件 S 级的武器都包好，一起送去香巴拉酒店。哈哈，云国不就一直如此吗？你们说不准到时候是对手呢。香菱闻言皮笑肉不笑，呵呵，我们的对手只有我们。羽国的说。霍无君也不傻，他感受到香菱身上的魔力好强，是 S 级的魔力吗？魔族女王怎么也没想到，只是住个普通酒店都遭到小喽啰的为难，更是在酒店门口被当众抢劫，这就是燕国的待客之道，想要给他一个下马威。就在刚刚，霍无君看着香菱一脸不爽，这地方的人一个个拽得跟258万似的。柳冰仪觉得很正常，毕竟马上大赛了，谁会给对手好脸色？和18国联盟刚建立时大不相同，以前各国水平相近，相互之间也是制约平衡，而发展到现在，真正有实力和话语权的也只有严与雷三国。近数十年夺冠者都在这三国轮转，强者恒强是自然发展规律。联盟大赛规定，最终夺冠者能获得进阶之时，这是进化 S 级恶魔最快的途径。同时，夺冠国的首领将成为18军统帅，拥有联盟军指挥权，并拥有终末之钥。也就是说，获胜的国家将获得更多的 S 级战士，更强大的国力，还能调度联盟军，甚至那个地方的开采权。甘乐沃闻言都惊到了。那个地方，三人很快来到一处高耸入云的大厦前，这也是整个魔族的第一高楼。就在这时，他们身后响起一道声音：“那个，请问这里是香巴拉酒店吗？”香菱闻言皱起了眉头，哼，又遇到你们这些来这买瓜的乡巴佬。霍无君彻底忍不住了，魔尊大人，我忍不了这个女人，可以杀了她吗？冷静，她如果是赛前故意挑起争端，你就中计了。赛前发生暴力行为被举报是会失去参赛资格的。反观甘乐沃就不一样了，完全是个社牛。这里就是香巴拉酒店，你们也是来参加联盟大会的吗？是啊，我们是来自雾国的。接着甘乐沃就突然凑近他，如果我们在大赛中遇到，请务必不留余地的杀死我。对方闻言都懵逼了，我会努力的。柳冰仪觉得带着这两货好累，及时提醒道：“我们去办理入住吧。”可下一秒，他就发出一声尖叫：“我的包，我们的邀请函和入住证件都在里面。”甘乐沃逗比兴致又犯了。有隐身能力的劫匪吗？霍无君气得七窍生烟，什么鸟人，麻烦你照顾一下我妹妹了。接着男人就闭上了眼睛，看样子是要使什么秘术。只见他周围荡起一圈圈能量，好家伙，这竟是类似领域的技能，只要在他领域内，一切都将无所遁形。接着他眼睛一睁，看样子是找到了。只见他五指一伸，云响，接着一个冰锥就射了出去，劫匪的隐身一下就被破了，这让他大惊，他为什么能找到自己？接着几片花瓣就浮现在他头顶。霍无君阴沉着脸看着他，惩罚罪恶应该不算暴力行为吧？男人直接吓哭了。我其实是堕国的参赛者，我东西还你们，不要把我交给警卫队，可以吗？甘乐沃则一脸傻样，你哥哥身手不错吗？那当然了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不然我们可麻烦大了。嘿嘿，身手真不错，你有 S 级吗？没有，我们雾国还从来没有出过 S 级恶魔，但我一定会努力的。蓝还叫拉起，雾国的云系射手，而小偷被霍无君胖揍一顿，不停地说找警卫队。发泄后的霍无君觉得舒坦多了，一行人很快就进到了酒店大堂，却不曾想楼上正有个人盯着他们。柳冰仪很快就掏出证件那些，楼上的男人喝着咖啡，好戏就要开始了，看来他没憋什么好屁。柳冰仪看着墙上的时间，而前面还排了很多人，照这样下去，怕是赶不上酒宴了。甘乐沃则跟个没事人一样，这些人也不知道给残疾人优先一下吗？终于要轮到他们了。柳冰仪说让拉起他们先办理，这样也能让他妹妹早些去休息啊！真是太谢谢了。可服务员的态度则特别差，证件呢？提前准备好啊，浪费大家时间啊！对不起，不是这个呀，邀请函啊，邀请函，你光拿你们自己国家的证件有屁用啊！就在这时，一个黑影出现在门口啊，他来了，是他，快看，我还只在新闻上看过他呢。